印度神童阿南德最近对外示警，特别点名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中国，预言2026年这个火马年将充满危机与变局。他甚至精准划出了3个关键危险时间点，强调请务必记下这几天。这究竟是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还是有迹可循的未卜先知？让我们深入一探其中奥妙。首先，这位阿南德是何许人也？许多人称他为现代版的预言神童，就像当代的少年版诺查丹马斯。阿南德出生于印度，自幼研习古老的吠陀占星学，年纪轻轻就能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天象对人间的影响。据说他4岁开始研习星象，10多岁时便以一系列惊人的预测声名大噪。例如在2019年底，他曾警告说将有一场全球瘟疫在2020年蔓延，结果果然爆发了新冠疫情。又比如2023年10月，他提到可能出现类似911规模的恐怖袭击，不久后中东局势就风云变色。虽然事后看来有些巧合，令人背脊发凉，但也有人质疑，这当中有多少是真有其事，多少只是事后牵强附会。怀疑归怀疑，阿南德的频道和言论依然吸引全球无数眼球，每当他发表新预言，都会引发一波热议。阿南德最新的预言矛头直指2026年，他在2025年圣诞前夕于莫斯科发表了对2026年的一段最新分析影片，语气凝重地表示，全球正处在一个400年一遇的重要转折点。所谓400年一遇，意思是自从约400年前的17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从未面临过如此巨大的改变契机。听起来这话颇惊人，但若稍加回顾历史，17世纪的确是个多事之秋。那时东方有王朝兴衰，明朝在17世纪中叶覆亡，清朝兴起，西方有宗教战争与殖民扩张。例如欧洲经历30年战争，缔造了新的国际秩序。阿南德暗示，如今我们正站在与当年相似的历史关口期，新2020年至2040年这20年间发生的巨变，将决定未来几个世纪人类文明的走向。2026年正处在这个关键窗口的中段，将会是风险与机遇交织的一年。那么，为什么特别提到火马年呢？2026年按照中国农历纪年是60年一遇的丙午年，也就是俗称的火马年。传统民间传说中，火马年常被赋予动荡与异变的意涵。所谓双火奔腾，因为午属马，五行又属火，逢上天干丙火，更是火上加火。在命理师看来，这一年火气极旺，象征剧烈的变化和转型。历史上上一个火马年1966年，中国正掀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被卷入10年动乱。同年，苏联成功发射探测器登月，太空竞赛白热化，科技领域也是巨变突飞猛进。再往前推，1906年的火马年，美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旧金山大地震，瞬间夷平一座城市。而在东亚，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骤增，清帝国风雨飘摇，时局暗潮汹涌。这种巧合令许多人相信，火马年往往是乱象丛生，但也潜藏新生机遇的年份。正如香港有俗谚说，火马女命硬克夫，连出生在火马年的女孩都被传言带有克性。虽然这只是迷信说法，但从中可见民间对火马年的忌惮。阿南德的预言无形中也呼应了这种传统观点。2026年的确可能是个危机四伏、天翻地覆，同时又孕育突破与希望的非常之年。接下来重点来了，阿南德点明了哪些地区和国家需要特别小心。他的分析圈定了4个高风险热点，听在亚洲观众耳里绝对神经一紧，其中3个就在东亚与东南亚。首先是中国，阿南德直言，我相信有非常强烈的可能性，中国将面临重大问题。这句话可把大家的心吊了起来。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境内可能出现重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事件，特别是在中国的西北部或东北部地区，甚至不排除会有恐怖主义事件发生。中国西北、东北，这听起来令人费解，为何是这2个方向？如果我们细想，中国的西北部通常指新疆以及毗邻中亚的广袤边境，那里历史上确实曾有过恐怖袭击和分离主义动荡的阴影，而东北部则临近朝鲜半岛
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过去很少传出恐怖攻击，但也许阿南德从星象中看到了什么不寻常的迹象，暗示这方向可能出现出人意料的安全挑战。试想，如果新疆再度出现极端势力滋事，或者东北边界因周边局势出现难民潮和治安问题，都会对中国政局形成冲击。阿南德话锋虽然谨慎，却明白传递出一个讯息：2026年的中国绝不能掉以轻心。接着，阿南德特别点到了朝鲜半岛，他预言北韩、朝鲜可能在2026年发生负面的重大事件，而且这影响绝不仅限于朝鲜半岛一隅，甚至可能牵动整个世界格局。这番话让人不寒而栗，毕竟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北韩就是那个不可忽视的定时炸弹。一旦北韩出事，首当其冲的便是南韩，以及周边包括中国东北、日本乃至美国都会被波及。阿南德提醒，住在南韩及朝鲜半岛周边的人务必要非常小心。这让人联想到的场景不外乎两种：其一，北韩内部出现巨变，例如领导人健康出了问题或政权更迭，引发国内权力斗争甚至崩溃，数百万难民涌向边境，周边大国不得不军事介入，这将是一场人道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危机。其二，北韩在国际上采取极端行动，比如干脆孤注一掷地进行新一轮超大规模的核试验或导弹试射，甚至酿成武装冲突，迫使美韩日联手强硬回应半岛在临战争边缘。无论哪种剧本，都称得上牵一发而动全身。难怪阿南德要把北韩的动向提升到影响整个自由世界的高度来警告。毕竟朝鲜半岛若真的燃起战火，将不仅是东北亚的灾难，更可能改写全球地缘版图。除了中国和朝鲜半岛，东南亚的菲律宾也在阿南德的高风险清单上。菲律宾是这次唯一被点名的东南亚国家，耐人寻味。阿南德没有详细阐述菲律宾将面临何种风险，但既然他将其归入地缘政治的考量范畴，我们可以推测可能与区域冲突或军事紧张有关。近年来，菲中两国在南海问题上摩擦不断，从黄岩岛到仁爱礁，船舰对峙、水炮驱离的新闻屡见不鲜。2026年若国际局势更趋动荡，南海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之一。一场意外的海上冲突，一发走火的枪弹，都可能将菲律宾卷入更大的强权对抗之中。另一方面，菲律宾国内也面临着反恐和反叛乱的挑战。南部棉兰老岛一带常年有伊斯兰极端势力活动，虽然近年来局势稍有缓和，但不排除沉寂的火山突然爆发，极端组织趁全球乱局之际策动恐袭。因此，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菲律宾在这一年都需格外绷紧神经。阿南德将它列为高风险地区，是提醒我们别忽视东南亚这片看似宁静的海域下潜伏的波涛。最后，部分媒体报道阿南德还提到了日本，有些消息来源则以南韩列入4高风险之一，可能是传讯口径不同。尽管讯息略有出入，但我们可以大致理解为整个东亚、东南亚区域多个国家都处于未来一年风雨飘摇的前沿。日本作为东亚另一个大国，地缘位置与局势同样敏感，北有朝鲜核岛威胁，西有中日岛屿争端和台海不稳定因素，南有与菲律宾等共同关注的海上航行安全。如果阿南德的高风险名单中包括日本，那也是在情理之中。毕竟，日本虽然自身相对安定，但身处风暴圈边缘，一旦区域爆发冲突，难以独善其身。此外，日本还有自然灾害隐忧，如富士山火山活动、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风险等。人们常说，日本人天天活在预言里，2026年更要如履薄冰。总之，阿南德点出的4个地点，其次中国、西韩、朝鲜半岛、菲律宾以及可能的日本奇奇，构成了一道从东亚延伸至东南亚的潜在危险弧形地带。这片地区涵盖了当今世界最炙手可热也最易燃的几大议题：台海局势、朝核问题、南海争端、恐怖主义威胁，等于将亚洲几个火药桶一字排开。我们不禁要问，这巧合背后是否隐含着某种必然？是星象运行至此共振出乱世征兆，还是阿南德从现实政治脉络中敏锐嗅到了危机的火药味？说完了空间上的预警，
阿南德也精准标出了时间上的3大危险点，这就是他反复叮咛观众务必要记下的几个重要时段。在他看来，2026年整年都风险渐增，但有3个阶段尤为关键，需要全球提高警觉。第一个危险期，4月下半月，也就是大约4月中旬之后直到月底的这段时间。阿南德提醒，2026年的春末可能会出现让国际局势剧烈震荡的事件。我们可以脑补那时可能的情境。4月本是北半球春暖花开的季节，但往往也是历史上危机忽然爆发的时候。毕竟春季常被视为战争与行动的起点，很多战事不在严冬发动，而选在春暖时节。在4月下旬，各种不安定因素或许已经在年初酝酿累积了一段时间，一旦时机成熟就可能引爆。是不是会有某个地区在这时突然发生大型恐怖袭击，或者某国内部在此时政局崩裂，领导人更替，甚至可能是一场冲突升级为局部战争，这些都是让人揪心的可能。事实上，2026年4月左右确实有值得关注的天象。在占星界看来，某些行星的位置变动或相合正好落在这期间，或许预示动荡能量达到高峰。当然，我们无需迷信星象才能意识到，到了明年4月，国际政治也将进入一些重要节点，例如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满1年，全球主要强权经过一冬的角力，可能开始重新调整布局，而一些地区性的选举决议也常落在4月前后，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意外事件。如果届时真的有灾难发生，阿南德希望我们至少在心理上有所准备。在他看来，恐怖主义等威胁之所以可怕，不仅在其破坏力，更在于它利用人们的恐惧来扰乱社会秩序。所以提前预警4月下半月可能的乱局，是希望大家冷静以对，别到时慌了手脚。第二个危险期，7月下旬，确切地说，阿南德特别标示了7月24日之前的9天和7月底最后10天这2个相连的区段。乍看之下有些拗口，其实换算一下，涵盖的就是7月中下旬几乎整整半个月，7月15日左右一直到7月底。显然，在他眼中，2026年盛夏将是另一个动荡高峰期。我们不妨思考，为什么是7月？7月通常是北半球炎热焦躁的时节，历史上不少大事件也爱选在7、8月登场。从一战爆发的7月到中东战争，多次金融危机的引爆点都能看到炎夏的身影。炎热的天气仿佛映照人类情绪的沸点，此时人心浮动，冲突易于激化。尤其在2026年，大国博弈可能在上半年积累压力，到夏天时进入摊牌或冲撞。阿南德点名7月24日前9天，或许暗示某个特定7月中旬发生的星象让他格外关注，而7月底最后10天更可能是某个事件的后续扩大或连锁反应阶段。试想，一场危机若在7月中爆发，其影响往往会延续整个下旬甚至更久。例如可能出现连环性的恐怖攻击，先是一起震惊世人的事件发生，接着引发仿效或报复，在月底前接二连三。又或者战事在7月下旬升级，冲突各方经过短暂的攻防，在月底前使出更激烈手段。对亚洲而言，7月还有一项不得不提的重要因素，台海与南海的台风季节。每年7、8月是台风活跃期，往往搅乱地缘安全计划。也许2026年自然灾害和人为冲突会交织，让盛夏变得格外艰难。无论如何，阿南德以近乎划重点的方式标出7月24日这个界限，意味着他认为7月下旬前后世界局势将非常紧绷。我们不妨在日历上圈起这段期间，提醒自己到时多留意国际新闻的风吹草动。第三个危险期11月中旬左右，一年将近未尽之时，也是阿南德警告的最后一个关键点。通常11月中是秋冬交替，北半球渐入寒冬，然而政治热度却未必降温，甚至可能进入全年中最高潮的戏码。过去的经验表明，每逢年底临近，国际上容易出现今年最后一般的事件，可能是某方抓住年内最后机会采取军事行动，又或者是经济金融领域突然出现剧烈震荡。毕竟各国财政年度大宗商品市场在这时候波动都比较大。阿南德没有细说11月会发生什么，只是强调
11月中旬左右一定要特别关注，非常小心。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几种剧本，比如假如前述夏季的某场冲突在国际压力下暂时搁置，那么到了11月可能死灰复燃，或谈判破裂，战火重燃。又或者11月是西方传统的感恩节前后，历史上恐怖分子偏爱选在节庆期间制造袭击以扩大影响，不排除在这个时段有重大袭击事件震惊世界。再从经济面看，若2026年经济景气不佳，11月可能出现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甚至崩盘式风暴。回想1929年经济大萧条，就是在10月底11月初酝酿发酵。当然，这些只是推测，未来并非注定如此。然而阿南德既然把岁末11月列为3大危机之一，足见他认为年底前后世界局势仍不平静，很可能在最后关头给人类出一道难题。对个体而言，年底通常是回顾一年收获，准备欢度节庆的时刻。但在2026年，我们或许不得不一边庆祝，一边提心吊胆，关注着远方的火光和风暴是否朝我们逼近。纵观这3大危险时间点，分别落在春末、夏中、秋末，几乎将整年划分成3段高风险周期。阿南德的说法仿佛在提醒我们，2026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太平季节，危机可能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实或许正是如此残酷，毕竟当今国际局势本就充满不确定性，各种矛盾和冲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紧密相扣，哪怕只是在一处倒下，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今年一场瘟疫，一场战争已经打乱全球秩序，明年我们还会面临哪些挑战，谁也不敢打包票。正因如此，阿南德强调他的预言不是在散播恐慌，而是希望人们做好预防。他引用专家的观点说，恐怖攻击或战乱这类威胁往往利用恐惧来撼动人心。如果我们预先有了心理准备，保持冷静和理性判断，就不容易被恐慌牵着鼻子走，也就不会在大乱中做出错误决策。换言之，他希望公众培养心理韧性，以从容迎接可能的乱局。这番道理其实相当中肯。惊涛骇浪来临时，唯一比灾难本身更可怕的就是人类自己的失序和绝望。唯有镇定自若，我们才能将损害降至最低。当然，阿南德的预言并非只有末日警讯，他也谈到了2026年的另一面突破与希望。在发出警告的同时，他表示2026年有望成为医疗、科技等领域快速突破的一年。他特别提到医学科技和数学、科学研究有可能在这一年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称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听到这里，或许我们的心情就不那么沉重了。原来乱世之中也孕育良机。回想历史，每当人类经历巨大危机，也往往伴随技术的飞跃和观念的革新。比如第2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催生了火箭技术和计算机的发展；冷战对峙逼出了登月壮举和互联网的雏形。近年，全球的疫病和紧张局势反而加速了 mRNA 疫苗、人工智慧等领域的创新。那么在2026年这个火马年，我们或许也将见证新医疗突破拯救生命，新能源技术改变生活，甚至数学基础理论的重大进展为人类认知开启大门。正如俗话说，福祸相依。阿南德的观点让我们看到希望与挑战交织的一体两面。如果说火马年的乱象是一场涅槃考验，那创新的火花则是黑暗中的光亮。也许正是在巨变中，我们才能激发出平时没有的智慧和勇气。聊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阿南德的预言到底可信吗？毕竟预言这回事一向充满争议。我们必须坦率地说，阿南德的过往预测并非每次都命中红心。支持者称颂他成功预见了疫情和部分冲突，但也有几次著名的乌龙。例如，他曾预测2020年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点名美国、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将卷入战火。但回顾那一年，虽然中东一度剑拔弩张，所幸世界大战并未降临。又如他预言2021年2月会发生经济崩盘等灾难，结果虽然当月全球股市波动剧烈，却没有真的崩溃，许多市场很快又创新高。这些例子提醒我们，预言仅供参考，不可尽信。
连阿南德本人都在最新影片中澄清了一些谣传。他发现网络上流传着阿南德说中国将崩溃之类危言耸听的标题。对此，他特地在12月30日发布澄清影片，表示自己从没说过中国会崩溃，也没有看到任何星象显示中国崩溃的迹象，呼吁大家不要以讹传讹。这一方面是在维护他预言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自知言出影响力大，不愿无根据地诅咒一个国家的命运。冷静理性应对正是他强调的态度。或许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阿南德那种宏观长远的眼光，他并不只关注明天股市涨跌这类琐事，而是试图从星象和历史规律出发，把脉整个时代的走向。他提出2020年至2040年决定未来400年的观点引人深思。假如这20年真是新旧时代交替的关键，我们正身处的变局就不仅仅是突发乱流，而更像一次深刻的转型阵痛。想象一下，人类社会每隔几个世纪就会进行一次大洗牌，我们恰好活在这剧烈洗牌的档口，这既是挑战，也是幸运。我们将亲眼见证新的国际秩序、新的科技范式，甚至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然而新旧交替总伴随阵痛，就像破壳而出的幼鸟必经啄壳之苦。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也许正是在乱世中寻找机遇，在黑暗中守望黎明。阿南德的预言提供了一种思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即使不完全相信星象，我们也可以借此反思，为未来未雨绸缪。那么面对可能动荡的2026年，我们该怎么办？在节目最后，我想以阿南德给出的态度作结，保持警觉，但不恐慌；心存希望，但不大意。我们应当关注那些他提醒的危险日期和地区，多留意国际局势的变化。如果真的出现紧急情况，至少我们已有心理准备，不会措手不及。同时，也不要因为预言中的灾难而整日惶惶不可终日。就像火马年预示的那样，乱中有治，危中有机。我们应当在大变革的洪流中，既可能有惊涛骇浪，也可能有乘风破浪的良机。对个人而言，也许我们无法左右国际风云，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进取，抓住时代给予的机遇。毕竟阿南德也说了，2026年将是精彩的一年，有新的发明、新的突破在等着我们去参与。与其恐惧未来，不如努力成为创造未来的一份子。最后，无论你对预言抱持何种态度，我们都正在迎接一个充满变数的2026年。东南亚的朋友们要留意周边风云，中国的朋友们则更要稳住内部大局。让我们心中有数，手中有备，用冷静和智慧去面对前路的不确定。或许星空中早已写下人类的挑战书，但最终书写历史的笔仍握在人类自己手中。火马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能做的就是调整好心态，迎接这可能载入史册的一年。请记住阿南德点出的那些危险时段，但也别忘了为自己点亮希望的灯。乱云飞渡仍从容，让我们一同度过这个不平凡的2026年。祝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震撼全球的事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居然被美军突袭抓走了。更劲爆的是，这件事让人不禁要问，习近平会不会也快不上他小弟的后尘，被美国给逮了呢？西包子一向自诩国际大哥，没想到如今他最铁的兄弟之一马杜洛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令人唏嘘。不相信吗？那我们就深入来聊聊整个过程和背后的盘算，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为何说这对习近平是个大大的打击。2026年1月初的一个凌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天空突然炸开了锅，当地人在黎明前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惊醒，窗户玻璃随着连环爆炸而颤抖，整个地面都在震动。原来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空袭行动，目标直指委内瑞拉军方的核心据点。战机在夜空中呼啸，美军精心策划的闪电突袭惊艳登场，爆炸声此起彼落，火光将夜空照亮，首都及多个州的军事设施遭到毁灭性打击。委内瑞拉政府仓皇发布紧急声明，怒斥美军的突然袭击让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然而
更惊人的消息紧随而来，在猛烈的空中打击压制后，美军特种部队闪电般突入行动，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活捉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洛及其夫人。是的，你没看错，美国人直接把一国现任总统给抓了。川普总统随后透过社群媒体兴奋地宣布这项战果，马杜洛夫妇已被美军成功逮捕并送离委内瑞拉。在短短几个小时内，马杜洛这位在位10年的拉美强人便从高高在上的总统沦为了戴着手铐的俘虏。消息传出后，国际社会一片哗然。黎明时分，一架载着马杜洛的美军运输机悄然降落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军事基地。当马杜洛被押解下飞机舷梯的照片曝光时，全世界都震惊地意识到，继巴拿马强人诺列加在1989年被美军捉拿之后，美国再次上演了跨国抓捕他国元首的戏码，而且对象正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委内瑞拉总统。回想就在半年前，马杜洛还在公开场合嚣张地嘲讽川普，放话说有种就来抓我啊，我等你，别让老子等太久。他甚至直接骂美国是胆小鬼。那是2025年8月，川普重新入主白宫后不久，宣布提高对马杜洛的悬赏金至5000万美元。面对美国将悬赏翻了数倍，马杜洛选择在镜头前大放厥词挑衅，美其名曰展示强硬，其实多少带着一丝侥幸。他笃信美军不敢真的动他，毕竟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在拉丁美洲极少直接出兵，况且委内瑞拉还有中俄撑腰。然而马杜洛万万没料到，这句来抓我啊，懦夫，居然真的成了他命运的伏笔。如今白宫官方社群账号还特地发布了他当初嚣张呛声和如今被上铐押解的对比影片，讽刺意味十足地写道：你现在该懂了吧？马杜洛曾经自信满满，如今亲身体会到何谓现世报，真可谓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更讽刺的是，就在8个月前的2025年5月，马杜洛还风尘仆仆地跑到莫斯科去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习近平和他满面春风的握手寒暄，习大赞两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结下铁杆友谊，称中委两国是相互信赖、共同发展的好伙伴。马杜洛也不吝拍马屁，夸赞中国是委内瑞拉伟大的朋友，强调委国期待与中国加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要知道，马杜洛上任以来多次访问中国，每次都获得高规格接待，不仅大肆获得中国晶圆贷款，还公开大赞中国的华为手机好用。短短几个月前，习近平与他把酒言欢，称兄道弟，好不热络。习近平当时肯定想不到，才不到1年光景，他口中的这位铁哥们竟会被美军从总统府拖出来，直接架上一架飞往纽约的军机。这张昔日习近平与马杜洛把手言欢的合照，现在看来格外讽刺，彷佛是一张死亡之握的见证。对习近平而言，马杜洛如今的遭遇无异于当众被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不惜违反国际常规去抓人呢？川普政府究竟盘算了什么？又如何做到如此干净利落？这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算计，我们得从头说起。其实，美国对马杜洛早就恨之入骨。2020年，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就以毒品、恐怖主义等罪名起诉了马杜洛，指控他伙同哥伦比亚叛军向美国大量输送可卡因。川普第一任期末，司法部甚至悬赏了1500万美元捉拿他，但是马杜洛仗着国内军方支持，靠着中俄撑腰，一直稳坐总统大位，美国对他束手无策。川普下台后，继任的拜登政府对委内瑞拉政策相对软化，还一度考虑缓和制裁换取石油。然而2025年川普卷土重来，再次入主白宫后，对马杜洛的态度立刻从怀柔转为强硬。他公开将马杜洛称作毒枭统治者，认定委内瑞拉政权是西半球的毒瘤。川普政府在2025年重新包装对马杜洛的指控，打出反恐大旗，把马杜洛形容成支持恐怖组织的国际罪犯，并在那年把对他的悬赏金一口气提高到5000万美元。这个悬赏金额之高，可见川普政府抓人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常年陷于经济崩溃和大规模贪腐，国内民不聊生，
大批难民涌向美国边境寻求生机。川普一直对南方边境的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问题耿耿于怀，认为马杜洛政权是祸源之一。他多次声称，大批暴力罪犯和毒贩经由委内瑞拉渗入美国，毒品泛滥和移民潮让美国社会头痛不已。因此，对川普而言，拿下马杜洛不仅仅是执法行动，还能满足他在国内宣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需要，向支持者证明他对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动真格了。抓一个拉美独裁者出气，对川普来说更是一场绝佳的政治秀，可以凝聚选民对他的信心。此外，不得不说，石油利益是这场行动背后的一支隐形推手。委内瑞拉坐拥全球最大原油蕴藏量，但因美国多年制裁，其石油产业凋敝，出口大受影响。本来中国和俄罗斯一直是委内瑞拉石油最大的买主和投资者，然而川普对委国出手，未必没有觊觎其丰富石油的算盘。事实上，在抓捕行动后，川普公开声称美国将暂时运行委内瑞拉，这话透露出的意思耐人寻味。美国不仅要除掉马杜洛，还可能直接掌控委内瑞拉的油气资源运作，至少在新政府就位前由美方托管。川普甚至毫不掩饰地提到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巨大潜力。看来，在川普眼中，光封锁制裁还不够解渴，只有把人抓了，把油田握在手里，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一语道破了这次行动的多重目的，既为国内政治加分，又为美国经济利益服务，可谓一箭双雕。美军此次能够如此迅速地抓获马杜洛，绝非心血来潮的冒险之举，而是经过长期准备和渐进升级的结果。我们来梳理一下前因后果。其实，川普政府就在为这场行动做铺垫。美国一方面加强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特别盯紧委国绕过制裁偷偷卖油的渠道。美国财政部连续锁定并制裁了一批帮助委内瑞拉运油的境外贸易公司和油轮。同时，在加勒比海和委内瑞拉近海，美国海军和海岸防卫队动作频频，不是击沉涉嫌运毒的船只，就是强行拦截可疑航运。川普和他的国安团队也在公开场合不断强调委内瑞拉带来的毒品和罪犯威胁，营造出美国已经忍耐多年，现在必须出手的舆论氛围。可以说，舆论和法律基础都铺垫的差不多了。到了2025年末，美军更在委内瑞拉周边进行了为期数周的军事部署和封锁演习，海上的拦截行动一再升级，甚至传出美舰在公海击毙拒检船只的事件，引发轩然大波。但美方解释，这些都是执行既有逮捕令，不是挑衅。其实，美国明眼人都看出来，川普政府这是在测试各方反应，同时渐进式升高对委施压的程度，为最终的武力行动探路。当国内外反应并没有出现不可控的强烈反弹时，川普就知道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他急需在新任期内树立权威，展示强硬，拿下马杜洛无疑能极大满足他的政治需求。于是，一场石破天惊的跨境执法行动就在2026年新年伊始付诸实行。美军的行动计划可谓滴水不漏，环环相扣。他们事先投入了数月时间练兵推演。据美媒披露，特种部队在美国本土搭建了马杜洛官邸的逼真模型，反复演练突袭方案。美国的情报系统也出动了卫星、无人机和人力间谍，日夜不停地盯着马杜洛的行踪，寻找他的安全破绽。终于，他们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窗口。2026年1月初，据称马杜洛在总统府过夜，而他的几名亲信军官刚好不在首都。美军决定就是这时候动手。我们已经看到，行动当晚，美军先发动空袭，瘫痪委内瑞拉的防空力量和军营指挥系统。在对手还没从连环爆炸的震慑中反应过来时，美国特种部队已搭乘隐形直升机趁乱急降在总统府附近。他们迅速突入府邸内部，展开室内近距离战斗。据传，马杜洛的总统卫队和特勤队判死抵抗，但完全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美军对手。交火过后，马杜洛的贴身警卫队几乎全数阵亡。特种部队士兵冲进一间豪华的防弹房间，发现满脸惊恐的马杜洛和他的夫人躲在里面。几分钟内，这对总统夫妇就被反绑双手制服在地。
行动全程快得像闪电。据了解，美军甚至直到行动开始后，才紧急通知了国会中极少数几位关键议员。换言之，为了确保绝对奇袭的效果，这次任务被极度保密，只有少数决策者知情。整个抓捕过程从开始突袭到撤离现场，不过短短几分钟。当天的第一缕晨光照进满目疮痍的加拉加斯街头时，马杜洛已经被押上直升机，转移到离岸的美军舰艇上。随后他被迅速送往机场，直接挤上美军早已待命的运输机，飞越加勒比海，直奔美国本土。川普兴奋地在他的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炫耀，美国成功对委内瑞拉实施大规模军事袭击，已将马杜洛夫妇抓获并驱逐出境。他还宣布，美国将暂时接管委内瑞拉的治理，言下之意，美国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不容挑战。国内外反应褒贬不一，法律争议暗涌。马杜洛被活捉的消息一出，全球媒体疯狂报道，世界各国领袖纷纷发表看法。在美国国内，舆论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川普的共和党支持者们欢欣鼓舞，称赞这是美国对抗毒枭和暴君的重大胜利，认为川普总算兑现了对选民的强硬承诺。而反对党民主党人则多半持批评态度，质疑总统未经国会授权擅自行的合法性。一些民主党议员愤怒地指责川普绕过国会，违反国际法，担心美军可能因此陷入委内瑞拉漫长的烂泥潭。他们警告说，推翻一个政权容易，但之后怎么办？对此，川普和国安团队早有准备，他们拿出一套法律说辞，声称这次行动并非侵略战争，而是执行联邦逮捕令的跨境执法行动，美军只是为了保护执法人安全而提供协助。川普政府援引了美国宪法第2条，赋予总统在紧急情况下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权利，以及历史上抓捕恐怖分子的先例，强调这不是发动新战争，只是强化版的反恐突袭。然而，许多法律专家和媒体社论立刻指出，这套说法漏洞百出，几乎是在强行把一次大规模空袭和抓捕美化成普通的抓嫌犯行动。美国政府显然是在玩文字游戏。抛开美国国内的争论不谈，这次美军逮捕别国元首的行为在国际法层面确实引发了巨大争议，各国政府的反应可谓冰火两重天。一些美国的盟友，如邻近的哥伦比亚和巴西，虽然对美军未经联合国授权动武有所顾虑，但他们对马杜洛政权倒台还是松了一口气。尤其是哥伦比亚方面，马杜洛长期包庇哥伦比亚叛军和贩毒组织，令邻国头痛多年。哥伦比亚总统甚至感谢美国除掉一个祸害，只是态度上不便过于高调。而欧洲盟国则反应较为矜持，欧盟发表声明重申，他们意视马杜洛为独裁者，乐见委内瑞拉迈向民主，但也强调任何行动都应尊重国际法和多边程序。有些欧洲外交官私下抱怨，川普的单边行动让他们措手不及，如果开了这个先例，未来国际秩序将更难以预测。至于国际组织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对此表示高度关切，强调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应中俄等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火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委内瑞拉局势。中国和俄罗斯在会上强烈谴责美国的行动完全非法，并试图推动通过一项谴责美国违反国际法的决议。然而，由于美英法等西方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安理会陷入了激烈交锋，最终未能就此达成一致决议，只发布了主席新闻声明，对局势表示忧虑。尽管如此，这场外交交锋让国际社会更加认识到，美中俄三强在地缘政治上的角力正变得空前激烈。对北京当局而言，这次事件无疑是在自己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习近平政府一边要维护委内瑞拉铁杆盟友的人设，另一边又不想在美国家门口与川普正面冲突，所以反应显得格外微妙。消息传到北京时，据说中南海高层震惊万分，习近平当晚连夜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汇报。毕竟马杜洛不是普通的小国领导人，而是中国在拉美投下巨额资本和心血的自己人。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谴责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单边军事行动，表示坚决反对。
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动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外交部发言人痛斥美方是典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求立刻释放马杜洛并撤军。中国还紧急联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谴责美国的决议草案，虽然最后没有通过，但也是要在国际舞台上表明态度。更引人关注的是，习近平本人也透过公开场合对此事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刚好1月5日，爱尔兰总理马丁访华，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他时，借机发表了一段重话。习近平提到，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直指单边霸凌行径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各国都应尊重别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并强调大国尤其应该带头。话锋一转，习近平明确点出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攻击、逮捕总统马杜洛的事件。他批评这种行径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暗示美国自诩大国却胡作非为，是在开极其危险的先例。习近平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不让世界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番讲话显然是在向美国兴师问罪，只不过他借着接待外国元首之机说出来，以避免直接与川普对骂，但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北京也在积极评估此事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南华早报等港媒分析认为，中国会谨慎重新调整立场。一方面，中国必须谴责美国的流氓行径，以维护国际道义形象，但另一方面，中国很可能不会在实质上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因为委内瑞拉并非中国核心利益之所在。北京深知拉美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在那里硬碰硬只会得不偿失。港媒引述学者的观点称，中方大概率会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声讨归声讨，但不采取过激行动。例如，中国很快就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谴责美国，但不至于动用别的手段报复。甚至有人推测，北京私底下可能还松了一口气，因为委内瑞拉局势乱局由美国揽下去了，中方刚好可以隔岸观火，避免深陷泥潭。同时，中方也准备利用此事加强与拉美其他国家的联系，批评美国不择手段干涉他国，试图把拉美国家对美国的反感情绪转化为对中国的支持。可以预见，接下来中国在拉美可能会更注重经济合作和怀柔政策，小心避免触动美国敏感神经。不过，不管中国官媒如何粉饰太平，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委内瑞拉变天对中国利益是一场重创。首先是经济层面，中委之间盘根错节的巨大利益，如今面临不确定性。香港媒体分析指出，这将对中国造成3大影响：债权、贸易和投资。我们逐一来看。债权风险，中国过去10几年透过各种渠道向委内瑞拉提供了超过62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大多是石油换贷款方式，也就是委内瑞拉用石油偿还中国。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美最大的债务国之一，占到中国对整个拉美资金融资的 45%。 然而自从2015年后，中方就停止了对委国的新贷款，因为发现马杜洛政权实在不可靠。即便如此，到目前估计委内瑞拉还欠着中国约200亿美元没还。现在马杜洛被推翻，新政府很可能会重审这些对华债务。一来，新政权为了获得西方援助，往往愿意配合美国暂停还款，甚至冻结部分资产，让中国收不回钱来。二来，就算新政府想还，中国要拿回钱也困难重重，因为马杜洛时期的一些合同和项目可能被认定为贪腐或不平等条约，需要重新谈判。拉美有不少潜力，政权更迭后优先偿还西方债权人的钱，却把中方的账给展延或减免，因此中国这几百亿人民币的债权很可能得打问号了。这无疑让北京决策者相当头疼。贸易转向，委内瑞拉这些年受制裁，对外贸易几乎停滞。即便如此，中国仍是委内瑞拉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2023年，中国对委内瑞拉出口约 3.45 亿美元商品，2024年增至约48亿美元，而委内瑞拉对中国出口则从 7.39 亿美元骤降到3亿美元。可见美国制裁已让委国对华出口主要是石油大减。
但未来如果委内瑞拉建立一个亲美的新政府，美国可能解除对其制裁并给予经济援助，那么委内瑞拉很可能会倒向美国市场。毕竟重新获得美国市场准入和投资，对重振委内瑞拉经济至关重要。到时候，委内瑞拉恐怕会减少从中国进口，改买美国或盟国的产品，出口石油也优先卖给美国，以换取美方的善意。如此一来，中委双边贸易恐怕会继续下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一些地方炼油厂非常依赖委内瑞拉的种植原油，因为那种油价连量大，是中国能源进口的补充来源。如果委国把石油转卖给美国，中国就得设法从中东或俄罗斯寻找替代来源。然而委内瑞拉的重油有其独特性，短期内完全替代不易，这将造成中国能源供应链的一阵紧张。短短几天内，国际市场已经在反映这种担忧，油价出现波动。中国可以说被美国这一招打得措手不及，在经贸上面临新的挑战，投资受挫。过去10年，中国在委内瑞拉投入了大量资本和项目，从石油开采到基础建设，再到通讯设备，几乎无所不包。华为公司承包了委内瑞拉的电信网络升级，中国的国企参与了当地水电站和铁路建设，中石油更在委内瑞拉油田有多处投资。这些中资项目在马杜洛庇护下虽然艰难运行，但好歹有政府照应。如今政权更迭，这些在建或运营的项目前景难测，新政府很可能会审查中资企业的合同，甚至可能以不公正或贪腐为由终止部分项目。另外，若美国临时托管委国政务，也许会对某些中资企业采取不友善措施，例如冻结中方在当地的资产，限制中企参与新的能源开发等。比如有报道称，中国一家名为 China Conquer 的公司原本和马杜洛政府签了大单，要大举投资委国石油业，现在恐怕要黄了。所有这些变数都意味着中国在委内瑞拉深耕多年的布局将面临损失乃至被清零的风险。从一带一路倡议角度看，委内瑞拉原本是中国连结拉美的一个重要节点，马杜洛下台相当于这个节点暂时断电，中国在拉美推进一带一路的雄心也被浇了一盆冷水。综合来说，马杜洛政权的垮台让北京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一方面，中国要表现出对盟友的道义支持，谴责美国，同时设法确保至少部分债务能收回，投资不至于打水漂。另一方面，中国又不愿为了一个拉美盟友与美国正面冲突太深。在这种矛盾心理下，北京接下来大概会采取观望策略。有分析师就指出，中国可能认为与美国正面硬碰得不偿失，毕竟西半球对美国的重要性远甚于中国。北京明白，要把美国和西方势力赶出拉美并不容易，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继续高调谴责美国非法，但同时私下低调地与委内瑞拉新政权接触，努力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在外交上，中国也许会更加小心翼翼，避免再给美国找到借口在其他地区搞斩首行动。毕竟这回马杜洛的遭遇，对所有与中国交好的威权领袖都是一个寒蝉效应，连中国都保不住你，美国要动手时说抓就抓，还有谁能有安全感？对习近平来说，更尴尬的不仅是马杜洛一人倒霉，而是近年来一连串和他关系友好的国家领导人接二连三出事，庞佛中了魔咒一般。这不禁让网友们戏称，习近平难道习得了一门黑魔法，一握手就把盟友送进了地狱？有人甚至调侃习主席拥有全球最强的死亡之握，凡是跟他亲热合照称兄道弟的领导人，没多久都碰上了大麻烦。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细数最近几年的案例，真有那么点意思。我们就来看看都有谁上榜。首先，当然是刚刚出事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他不仅多次访华，还在2025年5月于莫斯科与习近平亲密会晤，没想到才过几个月就被川普逮了个正着，直接给押往纽约受审。马杜洛原本吹嘘对中国铁杆友谊，如今换来一副冰冷手铐，真是讽刺至极。再看第二位，上榜的是尼泊尔前总理奥利。这位尼泊尔强人过去也是跟北京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2025年8月底，时任总理的卡德加·普拉萨德·奥利，又一奥利，
前往中国天津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并出席中国的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活动，期间与习近平碰面会谈，两人高调合影，习近平把酒款待，场面亲厚。然而谁能料到，奥利前脚刚回国，后脚国内就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原来尼泊尔民众早就对奥利政府封锁社群媒体、限制言论自由的专制行为积怨已深。奥利从中国回国不到1周，示威者走上街头声讨政府滥权，更有数十人在冲突中丧生，激起全国公愤。奥利见势不妙，于9月9日被迫宣布下台，而且据说连尼泊尔总统鲍德尔都一同辞职走人。尼泊尔政坛来了个大地震，想想看，奥利可是刚跟习主席亲热握手没几天啊！如今那张天津合影照片也成了笑柄，有媒体配字：奥利沦为习近平死亡之握的新 offer。可怜的奥利本想抱紧中国大腿，换来的却是灰头土脸地下台收场。第3位，孟加拉前总理哈希纳也难逃此劫。雪赫哈希纳执掌孟加拉长达10多年，是该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理，也是一位与中国极为亲近的女强人。2024年7月，哈希纳时隔10年再度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接待，还和习近平在北京亲切会谈。中国驻孟加拉大使当时称哈希纳此访是历史性访问，扬言要翻开中孟关系新篇章。孰料仅仅几周之后，孟加拉国内就爆发了轩然大波，大学生走上街头，掀起大规模学运抗议，反对哈希纳政府不公的公职人员配额制度。这场学潮越演越烈，政府出动军警血腥镇压，造成大约1400人伤亡，激起全民更大愤怒。短短1个月内，哈希纳政府岌岌可危，终于在8月初，哈希纳宣布辞职下台，并仓皇和几名亲信官员一起连滚带爬逃亡，直接飞往邻国印度寻求庇护。更惨的是，哈希纳流亡后，孟加拉新当局对他展开了清算。孟加拉的一个国际战犯法庭，这名字听起来像特别为他准备的以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为由缺席审判，并判处哈希纳死刑。一代女强人竟落得个逃亡海外，背负死刑判决的悲惨下场。要知道，就在她出事前不久，她还在北京和习近平称兄道妹，谈笑风生呢。难怪网友戏谑，和习近平握完手，哈希纳是逃亡又判死，这握手真要命。不仅亚洲友邦出事，连远在中东的老朋友也没能幸免。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可以说是习近平名单上的又一个死亡之握案例。阿萨德执掌叙利亚多年，在残酷内战中苟延残喘，背后多亏了俄罗斯和伊朗撑腰，而中国也一直在国际场合力挺阿萨德政权，反对外国干涉叙利亚内政。2023年9月，阿萨德历经12年战火，首次走出国门，携妻带子高调访问中国。习近平在杭州会见了阿萨德，宣布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阿萨德还罕见地参观了杭州灵隐寺拜佛，中叙两国上演了一出亲密秀。岂料好运并未眷顾这位从战火里捡回一命的独裁者。根据外媒报道，2024年底，叙利亚局势突然峰回路转，阿萨德政权在几场关键战役中惨败，国内反政府力量在西方秘密军援下卷土重来，饱受制裁和战争拖累的叙军终于支撑不住，民众对阿萨德家族长达半世纪的统治彻底失去耐心，反对派武装在首都大马士革发起总攻，甚至冲进总统府。而阿萨德在俄罗斯默许下选择弃守政权，仓促搭乘军机逃往莫斯科避难。2024年底，阿萨德被推翻并流亡俄国的消息震动中东，至此，阿萨德家族50年的统治寿终正寝。讽刺的是，就在1年前，习近平还和阿萨德站在一起，高呼反对霸权主义，强调共同推动国际公平正义。结果阿萨德和习近平握完手，也没逃过下台流亡的命运。以上这几位可谓是近年来习近平死亡之握的典型，代表了马杜洛被美军逮捕押走，奥利回国1周内丢官下台，哈希纳逃往海外又挨了一记死刑判决，阿萨德则直接被赶下台流亡他国。更妙的是，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几乎全是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或受援国。委内瑞拉就不用说了，是中国在拉美一带一路的重要据点。尼泊尔和孟加拉是南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中国大量基建投资。叙利亚也早就和中国暗通款曲，想在战后融入一带一路经济圈。如今可好，这些大张旗鼓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领导人，不是垮台就是遭难，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也跟着大打折扣。难怪有中国网友自嘲，习大大这握手也太邪门了，感觉比妙僧无花还厉害，谁碰谁倒。虽说是玩笑话，却也折射出中国在过去几年外交上的某种尴尬。满世界结交的朋友们纷纷出事，国际关系棋局瞬息万变，真是让北京始料未及。当然，我们也不能把盟友垮台全怪到习近平的手上，毕竟趋势因素才是关键。这些领导人出事各有各的内外原因，像哈希纳和奥利，本国民怨沸腾已久，只是刚巧赶在和习近平会晤后引爆。阿萨德则是多年战乱积累的结果，马杜洛的问题更是盘根错节，内有腐败滥权，外有美国觊觎。不过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西晋频频平高调，站台支持的对象接连倒下，难免让人联想。更别提其中一些案例还真和中国的介入脱不了干系。比如斯里兰卡前总统拉贾帕克萨家族在2022年被民众推翻，就是因为国家陷入中国高额债务陷阱，加上经济危机四起，终于激起民变。这些事情综合起来，使得习近平握手之后见阎王的戏言开始在坊间流传开来。从自由媒体到网络论坛，都有人调侃习近平的手像是带电的高压线，谁碰谁倒霉。虽然这说法未免夸张，但确实反映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和心理。马杜洛的下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被视为川普政府向全球其他威权领袖释放的一个强烈讯号，那就是只要美国认定有需要，即使你是国家元首，美国也敢动手。而这话外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习近平本人。台湾有高层官员就分析指出，美军这次推翻马杜洛的行动，相当于对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独裁领袖发出警告。川普愿意为了维护美国核心利益而动用武力，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对北京形成了威慑，让台湾方面反而感到一丝宽心。毕竟，美国若连委内瑞拉都敢强势介入，未来在亚太如果中国胆敢对台动武，美国也很可能毅然出兵相救。至少川普政府目前展示出的魄力是十足的。当然，也有人担心另一种可能性，既然川普可以罔顾国际法擅闯他国抓人，那会不会助长了北京的胆量，让中共以同样借口对台湾或其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毕竟中国也可以学美国的话术，宣称对台湾的攻击是国内执法行动呢。然而，台湾政府高层断然驳斥了这种顾虑。台湾国安官员表示，北京迟迟不敢动武，问题不在法律先例，而在军事能力。简单说就是，不是中共讲道理，而是他没有绝对把握。中共对台湾动武涉及的风险和难度，远非美军收拾委内瑞拉可比。说穿了，北京缺的不是借口，而是信心和实力。所以川普这次行动并不会让共军更有胆，反而可能让北京心生顾忌。万一冒进犯台，美国会否像对付马杜洛那样更加坚决地予以还击？对习近平来说，马杜洛事件的警示意味不言而喻。聊到这里，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戏谑的问题，习近平会不会快被美国抓了？从现实来看，短期内当然不可能出现美军跑到北京去逮捕中国国家主席的戏码。但我们换个角度问，习近平本人会不会有那么一丝担心，某天他也遭遇类似的命运？毕竟历史上许多曾不可一世的独裁者，最终都落得被擒被辱的下场。萨达姆海山当年何等嚣张，2003年美军打进巴格达，把他从地洞里揪了出来，最后送上绞刑架。利比亚的强人卡扎菲撑了42年，2011年内战中被怒火中烧的反抗军乱枪打死，尸体在大街上示众。再早一些，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也曾作威作福，但战败后被送上国际法庭，客死囚房。这些前车之鉴，作为如今世界上权势最大的威权领袖之一，习近平不可能没有一点点触动。当然，目前的习近平
和前面提到的那些领袖处境不同。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拥核大国，美国绝不可能像对付区区委内瑞拉那样直接派伞兵去北京抓人。即便将来中美发生冲突，美军瞄准的也主要是中国军事力量和战略设施，不太可能预设目标是逮捕习近平个人，因为那等同于要推翻中共政权。美国没做好和14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开战的准备之前，不会轻易触碰这个极限。然而，战略上不考虑，不代表战术上不可能。所谓斩首行动，正是针对敌方最高指挥官的定点清除。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开打首夜就试图用导弹定点击杀萨达姆，在2020年用无人机炸死伊朗将领苏莱曼尼，更早还对基地组织首脑本拉登展开跨境突袭。这些都显示美国军方具备进行斩首行动的意志和能力。如果将来台海真的爆发战争，而习近平被认定是战争罪魁，美军完全可能把他列为打击目标之一。一旦战火烧起来，导弹可不认人，习近平未必能保证自身安全。另一方面，假设有一天习近平失势下台，离开了他苦心经营的权力堡垒，又会怎样呢？他在执政期间的一系列作为，比如对新疆维吾尔族的大规模再教育营镇压，对香港民主运动的强硬镇压，以及隐瞒新冠疫情初期资讯等，都饱受国际社会谴责。如果习近平在中国国内权力斗争中垮台，或者中国政局巨变，他本人很可能会被新政权抛出来作为替罪羊，甚或交给国际法庭审判。尽管目前看似天方夜谭，但历史上这样的事不胜枚举。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就是被自己的人民推翻后，立刻遭到军阀处决。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被新政府引渡到海牙受审。苏丹前独裁者巴希尔在被军方政变赶下台后，如今也面临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的可能。习近平要是有朝一日失去权力庇护，曾经不可一世的他一样难逃清算命运。至少西方国家有不少人呼吁将他列为种族灭绝罪犯予以起诉呢。或许有人会说，中共政权如此强大稳固，习近平怎么可能失势？不过冷静想想，不到3年前，有谁会料到习近平最器重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在任期未满时就灰溜溜下台？又有谁会预见随后上任的李家超竟会在国际上被制裁得寸步难行？再看看习近平近年的出访，有时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欠奉。例如2022年习近平出席英女王葬礼时，他本人不敢亲去，派了副主席王岐山去，因为担心西方舆论不欢迎他。去年赴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印尼方面透露习近平坚持自带防弹轿车和贴身安保，对他国安保不放心。这些细节无不显示出一种焦虑。习近平其实很清楚，自己在国际上不受待见，树敌不少。一旦离开中国本土，他的安全并非万无一失。如果真有朝一日国际局势出现巨变，习近平也未必能全身而退。更别说马杜洛自认有中俄撑腰都被逮了，习近平就更要小心了。说到这里，有必要强调，我们并不是认为近期内美国会对习近平本人下手，毕竟中美仍保持基本外交往来，双方领导人还在互通讯息，不存在直接冲突的状态。然而，川普政府这次对马杜洛的霹雳手段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有学者指出，川普此举意在把俄罗斯和中国势力赶出拉美，让全世界独裁者们感到不安。那些平时仗着中俄撑腰，认为美国不敢怎么样的强人们，此刻恐怕都在暗暗捏把冷汗。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试想，古巴的领导人、尼加拉瓜的总统，甚至伊朗的最高领袖，他们能不担心吗？虽然这些国家情况各异，但美国对马杜洛的果断行动无疑让他们如鲠在喉。就连远在亚洲的北韩金正恩，据传也对此高度关注。毕竟金氏政权也被美国列为眼中钉，只不过北韩手里有核武，美国才投鼠忌器。但金正恩可能更坚信核武的重要性了。看看没有核武的马杜洛就这么被端了。总的来说，马杜洛被美国活捉这一事件对习近平的震动绝对是巨大的。习近平辛苦经营多年的朋友圈一下子崩了一角，不仅损失了金钱和影响力，还在全球面前丢了面子。同时，
川普的强硬手段等于是明晃晃地告诉习近平，别以为躲在核大国后面就安全无忧，美国有需要时一样敢直接收拾你的人马。习近平眼下当然还不至于被美国逮捕，但他内心难免会泛起阵阵寒意。西包子或许正觉得后背发凉呢。最近一连串盟友的倒台，庞佛给他拉响了一个警报，别以为自己天命在身，可以肆意妄为。当年的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哪个不是自以为稳如泰山，结果瞬间轰然倒塌。未来习近平势必更加谨慎地维护自身和政权的安全，他可能会更加镇压国内异生，确保不会出现马杜洛那样的经济崩溃导火索，也可能暂时放缓对台湾等问题的冒进，以免给美军动武找借口。但另一方面，习近平或许也会更加偏执地拥抱中俄合作，想办法减少类似马杜洛这样被各个击破的可能。他会不会加速推进解放军的现代化，以图将来在亚太复制美国今日在拉美的强势呢？这也是可能的发展。正如台湾专家所言，北京缺的只是一点能力和把握。如果哪天他认为自己有把握，也许就不会有所顾忌了。总之，马杜洛的结局为所有专制者敲响了警钟，也让习近平实实在在地出了一身冷汗。曾几何时，习近平满心以为透过一带一路经营海外盟友就能构筑起对抗西方的同盟网，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残酷的一击。那些貌似牢不可破的铁杆兄弟，其实是不堪一击的沙上城堡，而他自己作为幕后撑腰者，也难逃池鱼之殃。现在的习近平恐怕不得不重新审视国际格局中的风险，一个不小心，他精心布局的国际雄心就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而更可怕的是，假如有一天风水轮流转，习近平本人陷入险境，美国和国际社会又会如何对待他？这恐怕正是习近平挥之不去的梦魇。话说回来，历史的吊诡在于，很多独裁者从不相信自己会垮台，直到灭顶之灾真的降临头上。习近平一向自信于掌控局势，但连他也不得不承认，世界正在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不确定性。而马杜洛事件无疑是这变局中最戏剧性的一幕之一。对习近平而言，或许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千万别再以为揽紧几个小弟就能高枕无忧了。毕竟小弟们一个个倒了，老大的处境也愈发孤单。可怜的西包子如今只能睁大眼睛，亲眼看着他的小兄弟马杜洛悲惨下场，心有戚戚焉。至于习近平自己未来会怎样，是继续稳坐泰山，还是重蹈死亡之窝？名单上那些盟友的覆辙，历史的剧本总在不断翻新，也许只有拭目以待了。可是有了这一连串教训后，习近平夜深人静时，会不会偶尔冒出一丝寒意？毕竟今天的马杜洛也许不就是明天的某个缩影吗？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场在中国大地上酝酿的财政风暴。如果北京真的救不动，中国哪些省份可能最先崩盘？当经济衰退来袭，地方债务与楼市泡沫的双重冲击下，一些看似风光的地区其实暗藏危机。我们将深入剖析10个面临极高风险的省市，范围之广，从富裕的江苏到负债累累的贵州，从人口大省河南到资源枯竭的黑龙江。为什么中央政府的援助可能在这些地方失效？债务规模、烂尾楼、人口老龄化和产业衰退如何交织，把这10个地区推向动荡的边缘？今天就让我们抽丝剥茧，一探究竟。首先登场的是江苏省。提到江苏，许多人印象中那是富庶之地，经济总量长期名列全国前茅，民营制造业发达，城市灯红酒绿。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富裕省份，隐藏着惊人的债务冰山。过去10多年里，江苏各地是大兴土木，疯狂举债搞建设，似乎每个城市都想更进一步。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放宽地方融资政策，各地纷纷成立融资平台，江苏更是一马当先。此后，棚改货币化的浪潮推动3、4线城市扩张，新区、新城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耀眼的 GDP 数字背后，
地方政府透支未来，换取当下发展。到了2022年，江苏全省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余额高达 8.6 万亿元，居全国第一。如果把政府显性债务和城投公司隐性债务都算上，江苏的广义负债率攀升到惊人的 471%， 仅次于天津和重庆。更触目惊心的是，全省13个地级市的负债率无一低于 300%， 其中泰州的负债相当于该市财政收入的7倍多，镇江超过8倍。也就是说，有些市政府未来几年哪怕不吃不喝，把所有收入都拿来还债也远远不够。江苏曾被戏称苏大强，经济实力强劲到想和广东争夺第一，然而如今背上沉重债务包袱，财政水分不得不挤出，未来恐怕难以再风光。更麻烦的是，这些债务很大部分是隐性的，不透明，不受预算约束，一旦融资平台资金链断裂，后果不堪设想。江苏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是富裕地区，如果长期依赖借债发展，一样会埋下财政危机的定时炸弹。与江苏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南山区的贵州省。贵州曾经是全国最贫穷的省份之一，经济底子薄弱。然而过去10余年，贵州摇身一变成为基建狂魔，高架桥在大山深处穿行，高速公路纵横崇山峻岭，各种天下第一桥，世界最长隧道层出不穷。从2010年前后起，贵州靠着融资平台大举借债修路建成，一度创下基础建设投资增速全国第一的纪录。雄心万丈的大开发让贵州经济增速一度领跑，但代价是天量债务。如今当景气退潮，贵州发现自己进退维谷，债台高筑而财源匮乏。高速路修到了村村寨寨，可车流量远没有预期那么多，高昂的运维成本和利息压得地方政府透不过气。据估计，贵州全省政府隐性债务加显性债务合计可能超过2万亿元，债务负担在全国数一数二。2023年初，贵州财政甚至罕见地向中央喊渴，表示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化解债务，希望得到特别支持。中央随即批准发行上千亿元的特殊再融资债券，专门帮贵州以更低利率借新还旧，暂时缓解燃眉之急。这相当于给贵州延长了还债期限，但债务本金仍然沉甸甸地压在那里。更何况，贵州的财政收入有限，大项目却一箩筐。原有大数据产业园、各种开发区，近有城际高铁和市政工程，哪一样不要钱？贵阳一度建起宏伟的新区和会展城，结果入住率寥寥，变成空荡荡的鬼城。基建狂飙过后留下的烂尾楼、半拉子工程成了难以平复的伤痕。如今贵州可以说是负债累累，却又骑虎难下，一边要维持项目运转，避免烂尾扩大，一边还要设法开源偿债。在经济下行和房地产低迷的夹击下，贵州这种高度依赖投资拉动的欠发达地区，无疑是风险最高的地带之一。一旦再没有中央输血，贵州的财政紧箍咒只会越勒越紧。接下来把目光投向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河南素有人口大省之称，常住人口接近1亿，幅员辽阔，下辖县市众多。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河南人勤劳能吃苦，为全国工厂、工地输送了无数劳动力。然而自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却相对滞后。财政上，河南长期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输血，自身造血能力有限。过去几年，随着经济压力加大，这个人口大省的财政困境日益凸显。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2022年，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爆出挪用存款丑闻，大批储户发现存款提不出来，引发群体性维权事件。最终，官方虽然介入垫付部分损失，但此事暴露出基层金融已经出现了信任危机。也是在2022年，河南多地出现购房者集体停贷风波，一些房地产项目因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烂尾，绝望的买房人宣布不再偿还房贷。断供风潮从郑州等地蔓延开来，一度波及全国，让当局如坐针毡。郑州作为省会，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大拆大建，高楼林立，如今却留下不少烂尾楼，成为楼市泡沫破裂的缩影。对河南这样工业不够强、
财政收入有限又人口众多的省份而言，房地产曾是支柱产业和财政重要来源。一旦楼市不振，土地出让金锐减，财政压力立刻山雨欲来。数据显示，近年河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乏力，而刚性支出却居高不下。广袤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城市扩张需要钱，抗洪救灾要钱，哪里都缺钱。在经济景气时还能勉力维持，但遇上疫情和经济下滑，财政捉襟见肘就显露无遗。更深层的隐患在于人口结构，河南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定居他乡，留在本地的老年人和儿童比例升高，养老和医疗负担沉重。可以说，河南正在面临一个未富先老的局面，还没等全面工业化迈入富裕，人口红利已经衰减。未来中央即便倾斜更多资源给河南，能否补上如此庞大的人口民生欠账也是未知数。一旦经济再遭冲击，河南的就业和财政压力可能瞬间转化为社会压力，这颗雷不容小觑。现在把镜头转向中国的最东北端，黑龙江省曾经是中国的共和国长子，以富饶的黑土地和丰富的资源著称。计划经济年代，黑龙江凭借大庆油田的滚滚石油和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的重工业，为国家经济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时过境迁，老工业基地的荣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资源枯竭、产业凋敝和人口外流。数据显示，在2010年至2020年短短10年间，黑龙江常住人口从3800多万锐减到约3100万，10年净流出将近650万人，降幅达到 16.87%。 这意味着每6个黑龙江人当中，就有1个在过去10年里消失在这片土地上，或是搬走，或是去世，且没有新生人口补充。放眼望去，一些县城、乡村变得冷冷清清，年轻人寥寥无几。更严峻的是人口老龄化，黑龙江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在全国垫底，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急剧下降，领退休金的人越来越多。在经济不景气、年轻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养老金支付压力如同大山，黑龙江的经济结构也陷入困境。以往支柱的大庆油田产量日益枯竭，曾经热闹的矿城如今满目萧条，传统工业企业竞争力不足，不少要么倒闭，要么艰难维持。农业虽然在全国举足轻重，但种粮食利润微薄，留不住年轻人，财政收入可想而知，每况愈下。为了维持基本运转，黑龙江对中央补助的依赖度极高，属于典型的输血式经济。尽管如此，地方政府仍背负了不小的债务。面对经济下滑和人口缩减的恶性循环，一些基层政府甚至出现发工资困难的迹象。有传闻称，个别地区曾经靠举债发放教师工资和养老金，一旦借新还旧的游戏玩不下去，基本公共服务都可能难以为继。黑龙江楼市亦是惨淡收场的写照。哈尔滨的新区开发多年没等来预期的人口，楼盘卖不动，只好降价甩卖。更小一些的城市如鹤岗，房子竟然卖出白菜价，几万元就能买一套房产，价格低到令人难以置信。当房屋不再稀缺，背后反映的是对未来人口和经济的悲观预期。黑龙江正处在这样一种让人心疼的局面，年轻人走了，房子空了，财政窘了。如果未来中国经济风雨再起，黑龙江这种已经虚弱不堪的地区恐怕最先遭受冲击。东北3省的困境不止黑龙江一个，与之相邻的吉林省同样面临人口凋零与转型煎熬的挑战。吉林的人口总量本就不大，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显示，全省仅剩2400多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338万，人口降幅超过 12%， 情况仅次于黑龙江。作为内陆省份，吉林没有沿海区位优势，经济结构较为单一，长期以汽车制造和农产品为支柱。省会长春的中国一汽集团虽然是共和国长子企业，但这些年市场竞争激烈，传统汽车产业压力山大，利润贡献有限。除了长春略具工业实力外，吉林其他地区产业基础薄弱，很多地方发展靠投资拉动。过去一些年，吉林也没少举债搞建设，长春修了地铁和高架桥，吉林市整市市容建起新区，各地都希望通过基建刺激经济。
然而经济增速并没有起飞，反而留下了不小的债务包袱。吉林省的广义债务率被指以超过 500%， 在全国名列前茅，也就是说，债务规模是财政收入的5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吉林的财政自给能力很弱，每年靠中央转移支付过日子，这种情况下还累积如此巨额的隐性债务，其风险可想而知。更雪上加霜的是，吉林也逃不脱人口老化、年轻人外流的命运。大量吉林青年到关内发展，导致本地劳动力短缺和消费不振，城市活力下降。就拿曾经繁华的吉林市为例，过去以化工和重工业闻名，如今不少厂区烟囱不再冒烟，年轻人走的走，留下的多是上了年纪的居民。一些棚改安置的小区建好了，却空置许多单元，因为愿意留下的人不多。吉林的困境是老工业区艰难转型的缩影，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苦于留不住人才，想依靠投资拉动，无奈财力有限，债台高筑，一进一退之间，发展陷入瓶颈。如果说黑龙江像一部资源耗尽的没落史诗，那吉林就是一幅转型不利的挣扎画卷。一旦外部环境稍有风吹草动，吉林脆弱的经济和财政平衡恐将最先打破。从东北的冰天雪地来到云贵高原的云南省，风景变了，挑战却如影随形。云南以风光秀丽著称，旅游资源丰富，矿产和生物资源也不少。然而这些先天优势并没有阻止云南陷入财经困境。多年来，云南一直在探索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但受制于地理和区位劣势，产业基础不够牢固。为了赶超发展，云南也走上了大举借债之路，成为地方隐性债务的重灾区之一。云南省的融资平台公司数量众多，债务规模庞大。据报道，截至2025年，云南省城投公司总负债率高达 80% 以上，不少企业净负债率接近500%。这意味着资产负债表上已经千疮百孔，偿债能力极弱。实际上，市场早已对云南的一些融资平台产生疑虑。就在前2年，云南省一家大型城投企业因财务困难而发生债务违约的消息传出，震动了投资圈。最终虽有惊无险，通过展期和以物抵债等非常规手段渡过难关，例如用一批滞销的商品房抵偿欠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能维持多久？昆明作为省会，这些年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架桥和地铁线四通八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然而财政支出的大增背后，是土地出让收入的逐年下滑和债务压力的步步逼近。随着全国楼市转冷，昆明也难逃影响，新房销量萎缩，很多棚改后的地块无人竞拍，只好降价处理。没有了土地财政这棵摇钱树，城市建设如何为继？再看云南其他地方，不少州市为了招商引资和提升 GDP， 也投入大量资金兴建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有的地方甚至举债在偏远地区修建机场、高速公路，希望带动旅游和贸易。然而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游客增长赶不上预期，跨境贸易受国际形势影响波动，债务利息却一分不能少。更让人担忧的是，云南各地已有一些基建项目出现资金断流而烂尾的苗头。如果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城投债无法顺利滚续，将有更多项目停摆，进而影响经济民生。总体而言，云南就像一位在云端跳舞的舞者，头顶是美丽风景，脚下却是信用的悬崖。一旦踏错节拍，后果将不堪设想。与云南相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同样面临财政和经济的险滩。广西地处华南边陲，拥有迷人的喀斯特山水和悠久的少数民族文化，然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不高，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虽然也努力追赶，出现了南宁、柳州等区域中心城市，但整体而言，工业实力和财政规模仍远落后于沿海发达省份。为了改善基础设施，缩小差距，广西在过去10多年中大举举债上项目，高速公路从零起步延伸到县通，铁路网络不断完善，边境口岸城市拔地而起，北部湾经济区投入巨资开发。广西的面貌是变化了，但债务也迅速膨胀。据统计，广西2023年的总债务率已超过 500%，
在全国名列前茅。这说明广西整体财力和债务规模极不相称，偿债能力非常有限。更严重的是，广西经济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依赖度高，而这两项现在都遇到了大麻烦。近年来，广西不少3、4线城市出现房屋滞销，房价下跌，有的县城新区建了不少高楼，但购房者寥寥，夜晚整片小区黑灯瞎火，楼市不景气直接导致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地方政府财政更加困顿，曾经寄予厚望的工业项目也面临挑战。广西的支柱产业如糖业、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等处于价值链低端，竞争力不足，且环境成本高。近年来经济下行，这些产业利润缩水，税收贡献减少，失业问题浮现，年轻人大量外出打工，使本地人口老化问题提前凸显。留在农村的多是老人小孩，农村基层扶贫和社保开支沉重，财政不堪重负。广西还有自身的特殊难处，作为民族自治区和边境省区，很多地方需要维稳和国防投入，这些开支往往看不见却不可少。有专家担忧，广西已经走到财政危机的边缘，一旦外部有风险传导过来，比如沿海经济进一步下滑导致转移支付减少，广西可能最先挺不住。壮乡秀丽的山水之间，其实潜伏着一条湍急的财政险流，稍有不慎就会掀起风浪。说到欠发达地区，就不能不提甘肃省。地处大西北的甘肃，历来就以经济落后著称。由于自然环境严酷，历史发展滞后，甘肃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迅速崛起，甘肃却几乎被时代抛在身后。近年国家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力度，兰州新区成为国家级开发区，铁路公路网建设提速，才多少改变了封闭落后的面貌。然而甘肃自己的造血能力仍然很弱，全省 GDP 总量在全国倒数，财政收入更是杯水车薪。为了改善发展条件，甘肃同样背上了不小的债务包袱。据估计，甘肃的政府债务率已超过 500%， 在全国属于最高的一批。但与此同时，甘肃的人均财政支出需求高于全国平均，因为贫困人口多，基础设施落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这就形成恶性循环，越穷越要举债发展，债越多，财政负担越重，又拖累发展。甘肃的一些投资项目效益低下，甚至沦为笑柄。举个例子，前些年兰州市耗资巨大的新区建设，本想打造一个产业新城，但由于位置偏远，缺乏产业基础，至今人气稀薄，大量楼宇闲置，这些固定资产躺在那里不产生收益，却要由政府承担融资成本和运维费用，成为名副其实的负资产。甘肃很多市县几乎拿不出多少自有财力，日常开支主要靠上级补助，一旦碰到收支缺口，只能举债补缺。然而债务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如今中央对隐性债务管控趋严，甘肃新增举债受限，而存量债务利息却不减反增。一些欠发达地区甚至出现这样的怪状态，政府新项目不赶上，老债务利息却要年年还财，正几乎沦为还债办。此外，甘肃的人口也在流失，很多甘肃年轻人外出到发达地区工作定居，导致本省人口增长停滞乃至负增长。未来劳动力匮乏，老人比例提升，这又增加了社会保障的压力。甘肃正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在艰难前行，或许外人早已对他的贫穷见怪不怪，但在本轮经济下行周期里，甘肃的脆弱性尤其值得警惕，因为它几乎没有缓冲余地，一场风暴就可能让其财政彻底失控。最后，我们来看一看直辖市天津的情况。天津虽然不算省，但作为省级行政区，它的财政风险同样高企，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许多省份更严重。曾几何时，天津是仅次于首都北京的北方第二大城市，工业基础雄厚，港口贸易繁忙。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天津凭借沿海和直辖市优势吸引了大量投资，一度天津的经济增速领跑全国。滨海新区被寄望成为中国版曼哈顿，市政府大手笔挥舞，投入巨资在滨海滩涂上建起了一座座摩天大楼和金融中心。然而造化弄人，这场豪赌最终并未如愿，滨海新区的高楼不少沦为空置，
金融城里办公室长期租不出去，当年的宏伟蓝图渐渐变成现实中的郁郁葱葱、杂草丛生的荒凉。2015年天津港发生特大爆炸事故，更给当地经济蒙上一层阴影。在这之后，天津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甚至被周边后起的省会城市超越。更严重的是，2017年前后，天津官方自曝经济数据注水，滨海新区此前虚报了几千亿的 GDP， 水分挤掉后，人们发现天津经济体量其实远不如想象中那么乐观。与此同时，天津债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由于多年来大搞建设，天津各区融资平台债务累积惊人。有研究显示，天津的广义债务率高居全国第一，达到将近 775%， 也就是说，债务规模约是财政收入的7倍多。这样的数字，任何人看了都要倒吸一口凉气。如果天津不是直辖市，早已被列入最高风险等级。近年来，中央不得不默默为天津兜底，批准天津发行大量再融资债券，用新债还旧债，暂时维系体面。但长期而言，天津要消化如此庞大的债务，并恢复造血功能，并非易事。一方面，天津的人口结构在老龄化，年轻劳动力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它的产业转型也面临挑战，传统制造业优势减弱，高新产业和民营经济不够活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有点尴尬。当下天津仍在负重前行，但如果未来全国经济再遇到风险波动，中央财力又无法惯性支援，那么天津这个直辖市或许会爆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财政风险。滨海梦碎之后的天津正试图重拾发展路径，但债务黑洞像幽灵般挥之不去，一旦资金链出现闪失，这座直辖市也难免最先动荡。与天津并列4大直辖市的重庆，也必须提醒一句，重庆号称中国最大城市，从市域人口算，地位特殊，既有大城市的繁华，也辖区辽阔，包含广大农村。直辖以来20多年，重庆经济高速发展，夜景流光溢彩，高楼比肩而立，成为内陆崛起的明星城市。然而在光鲜背后，重庆的财政隐忧不容忽视。由于直辖范围大，重庆承担了大量城乡基建和平衡发展任务。为了同时搞好主城都市区和周边区县建设，重庆这些年大兴土木，四处举债。长江上的特大桥一座接一座修，纵横山区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连偏远的武陵山区都通了高速和机场。重庆还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轨道交通系统之一，单轨列车穿楼而过的壮观场景享誉世界。然而，这些庞大投资也让重庆的债务水涨船高。据估计，重庆的广义政府债务率已超过400%，在省级行政区中名列前茅。加之重庆下辖众多区县，不少区县本身财力有限，靠土地融资支撑建设，一些隐性债务可能未充分体现在官方口径中，实际风险更高。重庆的楼市近年来也出现降温迹象，虽然作为直辖市房价不算低，但重庆土地供应充足，郊区新城不停扩张，导致商品房库存较高。几家重庆本土房企此前在全国攻城略地，如今受到行业寒冬波及，资金链吃紧，连带本地不少项目进度放缓甚至停工。房地产不景气使重庆财政收入受到拖累，过去卖地挣的钱少了，地方债务偿还却刻不容缓。更值得警惕的是，重庆经济近年进入转型阵痛期。曾几何时，重庆以汽车、电子制造为支柱，比如长安汽车、笔电产业，但当前汽车产业面临新能源转型压力，而重庆的产业升级还在摸索阶段，民营经济活力相对沿海不足，创新产业起色不大。在这种情况下，要消化存量债务并保持发展后劲，挑战重重。如果说天津债务风险更在于虚高的融资平台数字，那重庆的隐患则在于庞大的城乡建设投入，何时能获得回报？如果经济环境不及预期，债务黑洞继续扩大，重庆作为内陆直辖市，也有可能成为最先出问题的那一批。毕竟腰缠债务巨石行走在山城陡坡上，每一步都惊险万分。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从北国边陲到南疆边境，我们梳理了江苏、贵州、河南、黑龙江、吉林、
云南、广西、甘肃、天津、重庆这10个高风险省市的现状。可以看到，尽管地域不同，发展程度各异，这些地区正面临某些共通的挑战。债台高筑，无论是富庶如江苏，还是贫困如贵州，地方政府债务都达到甚至远超警戒线。楼市失速，曾经支撑财政的房地产市场全面降温，到处是卖不掉的房和收不回的地。人口转折，年轻人外流，老龄人口攀升，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产业掣肘，传统产业凋敝，新兴产业未起，经济转型举步维艰。在经济上行时，这些矛盾被高速增长的洪流暂时淹没，一旦大潮退去，问题累累的真实状况就暴露无遗。那么，北京能拯救这一切吗？中央政府固然不会坐视地方陷入全面财政危机，近年来也出台了特殊债券、债务置换、财政转移、支付倾斜等措施，为地方纾困。然而这些治标之策如同给病入膏肓者续命，难以根治顾及，更何况中央财力本身也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当风险点遍布各个省份，中央即使倾囊相助，也难免捉襟见肘。一旦国际国内再现经济风暴或者财政黑天鹅，全国性财力紧缩，中央政府可能也爱莫能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发出深度预警，上述这10个省市极可能成为最先出现财政动荡的多米诺骨牌。一个地方的债务违约、金融机构挤兑、基础公共服务中断等，都可能像火星一样四处分溅，引燃更大范围的危机。当然，我们并非危言耸听，更不是诅咒某地出事，而是希望通过剖析风险，唤起对改革和化解隐患的重视。毕竟，债务和楼市泡沫问题，说到底还是要靠发展和结构转型来解决。对上述省市而言，未来的路或许很艰难，需要缩减开支，渡过财政难关，也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摆脱对债务和房地产的依赖。如果能够的痛下决心调整，或许还有转机。反之，听任危机累积，最终可能不仅是地方政府崩盘，甚至威胁整个中国经济的稳定。当经济的冬天到来时，希望我们不会看到这10个省份真的相继动荡的那一天。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正是当下中国决策者和全民所需要的冷静头脑。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中国各地能否安全度过这场前所未有的财政大考验。今年11月，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上抛出震撼弹，他直言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届时日本自卫队有权行使集体自卫权协防。这番强硬表态等于宣告，台海若开战，日本不会袖手旁观。高市早苗此言一出，中共当局勃然大怒，视之为对一中原则的公然挑衅，迅速对日方展开一连串报复施压。中共外交部第一时间严正交涉，要求日方收回错误言论，并停止在涉华问题上制造事端。随后，北京不但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达抗议，还动用了经贸和舆论手段，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劝阻中国游客赴日旅游，意图给日本经济施压。同时，中方扬言重新审视中日高层交往，原定年底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因此生变。中方以日方挑衅越线为由表示消极，峰会协调一度陷入僵局。可以说，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让中日关系骤然降至冰点。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外交战线全面升级为战狼模式。11月8日深夜，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在社交平台 X 推特上对高市早苗发出近乎恐怖威胁的言论。他转发一则日本新闻，愤怒咒骂那种擅自闯入的肮脏头颅就应该毫不犹豫斩掉，你们做好觉悟了吗？并附上火冒三丈的表情符号。一名外交官公然扬言要斩首他国现任首相，这种行径在外交史上闻所未闻。薛健的贴文迅速引发轩然大波，日本各界震惊不已，网友痛批，简直是公开的杀人预告。中国外交官难道疯了吗？日本政府也立刻透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抗议，内阁官房长官痛斥该言论极其不妥，多位国会议员更主张将薛健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persona non grata， 并驱逐出境。
面对外界挞伐，薛建匆忙删除了这条恶劣帖文，但他随后并未收敛，反而继续发文叫嚣，台湾问题与日本无关，应由中国人自行解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正是部分愚蠢的日本政客自己选择的死亡之路。他甚至搬出二战战败国的老账，警告日本违反了战败国应履行的义务，扬言日本若介入台海，将遭遇如同战败般的民族性灭亡。如此露骨的恫吓，再次展现了中共战狼外交的疯狂程度。在日本舆论强烈反弹、中日关系骤冷的氛围下，中共外交系统并未降温，反而多线出击，集体火上浇油。11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亲自下场，开微博，改在国际社群平台 X 开启发言模式，以强硬态度向全球宣示中方立场。11月16日，毛宁罕见的连发双语贴文，直接点名日本。他援引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内容，用中英日三语制作了图文海报，在网络上广为散布。毛宁在贴文中强调，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白纸黑字写着，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关于来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他的立场，无论谁执政，日本都必须信守承诺。毛宁此举摆明就是当众敲打日本，你们自己在建交文件里表过态，现在的新首相也休想翻篇。毛宁的贴文配上4张海报，把上述声明中的关键句用英文和日文列出，意在提醒日本内阁承认一个中国是你们签过字的，不准食言。然而他这番做法却被许多国际观察家解读为高级黑，看似义正辞严，实则把对中共不利的细节暴晒在阳光下。当年日本的措辞只是理解和尊重，中方对台主张并非日本官方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共。换言之，毛宁苦心强调的文件并没有实质奠定中共对台湾的主权合法性，反倒提醒世人，日本从未在法律上承认台湾属于北京。紧接着，另一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动也在 X 平台跟进发声，他搬出的是更早的二战文件《波茨坦公告》第8条，并用英文贴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4国及无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简单来说，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归还二战中侵占的领土。中共外交官反复引用这类二战文件，无非是想强调，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战后台湾已归还中国，属于中方领土。可是毛宁和林动这波晒文件外交，非但没能挫败日本，反而露出了中共论述中的软肋。美国在台协会 AIT 早在2023年9月就明确表示，中方所引用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二战文件，从未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这些宣言性质的文件并非正式条约，不具国际法拘束力，真正对战后领土有法律效力的是后来的旧金山合约。而旧金山合约中，日本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但并未将台湾主权移交给任何国家。也就是说，战后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至少没有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袋。毛宁等人抛出的历史文本被美方轻松拆招，等于变相证明了中共声称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法理基础极其薄弱。中共外交部试图依靠剪贴历史的手法来为统一证明，没想到适得其反，国际社会记起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想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在台湾行使过一天主权。毛宁自以为在替老板出气，实际上却是不小心高级黑了自己的政府。许多网友讥讽道，开罗和波茨坦都没有给你台湾，你倒是自己承认啦。北京本想打历史牌，不料反让更多人意识到中共对台主权的说辞有多么心虚。中共外交系统的集体冒进还不只体现在发言人身上。11月21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也跳出来搞事情。该馆官方 X 账号突然以中日双语发布贴文，搬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所谓敌国条款，矛头直指日本。贴文阴阳怪气地提醒道，联合国宪章特设了敌国条款，
规定如果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法西斯战败国采取任何再次侵略的行动，中、美、英、法、苏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直接对其采取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更绝的是，中国使馆贴文最后不忘加一句，这可是白纸黑字写在联合国宪章里的哦，并附上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第107条的原文截图。什么是敌国条款？原来在联合国宪章里确实有几处提及二战轴心国的特殊条款。第53条允许联合国的区域安全机构在轴心国重新侵略时，未经安理会批准就采取行动。第77条谈到将战败国的部分领土置于托管之下。第107条更直白，说二战战胜国对敌国的任何惩治行动都不受宪章限制。这些条款是二战刚结束时的产物，目的是防止轴心国死灰复燃。然而时光流转70多年，德日意早已是联合国平等会员国，所谓敌国条款早被历史淘汰。1995年，联合国大会就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承认这些条款已经过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投了赞成票。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各会员国领袖更一致同意将敌国条款从宪章中删除。中国同样在共识之列。虽然由于修宪程序复杂，宪章正文里这几条旧文还没正式划掉，但国际法和学界普遍视之为已无实际效力的虚设条款。换句话说，今天再拿敌国条款说事，纯属无知或恶意。中国驻日大使馆这篇文章摆明是暗指日本若胆敢侵略，中国可不经联合国同意就对日开战。这番公然威胁对日动武的姿态，俨然将自己扮成二战战胜国，把日本定性为随时可以痛击的战败国余孽，其傲慢口气令人侧目。日方当然不可能吞下这口气，使馆帖文一出，立刻遭到日本舆论的狂风骤雨及谴责。成千上万日本网友涌入该帖回复区洗版，怒怼中共使馆吃错药，翻旧账。有人指出，那是二战后的过渡性条款，日本和德国早就是拥有主权平等的联合国正式成员国，而且联合国大会1995年就决议这些规定已过时，现在任何人再拿出来都毫无意义，只能让人觉得可笑。也有日本网友反呛，谁会侵略你中国？日本根本不可能做那种事，你自己把自己当成了敌国，还自居装大国，好不要脸。更犀利的留言则彻底戳破中共的痛点，签署联合国宪章的战胜国是中华民国，不是1949年才成立的新中国。不好意思哦，创始国里没有你国，既然你要严守联合国宪章，那是不是该把代表权还给中华民国？没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当年1945年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中国代表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71年才透过联大2758号决议取得中国席位，但那只是联合国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从未赋予台湾给中共。如今中国驻日使馆搬出联合国宪章，大谈战胜国权利，结果一下子让大家想起依联合国档案记载，蒋介石时代的中国才是战胜国，北京政权当年连签字资格都没有。日本网友的吐槽可谓刀刀见骨，你中共不是爱讲严守联合国宪章吗？那按宪章办事，把中国代表权还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岂不更对头？中国使馆这番不知天高地厚的发文，等于自揭其短，引火烧身。11月23日，日本外务省也罕见地在 X 平台公开回应，直接打脸中共使馆。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所谓敌国条款，1995年联大已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确认其过时，中国也投了赞成票。2005年各国领袖又一致同意从宪章中删除这敌国的表述，中国亦加入共识。日本外务省指责中共使馆散布暗示过时条款仍有效的资讯，与联合国决定不符。短短几句回应，客气而不失犀利。你中国不仅不遵守现代国际法不准随便动武的原则，反而拿过期条款来恐吓邻国，这完全违背了你自己支持过的联合国决议。如果说日本政府的回应还算有外交分寸，那民间舆论就毫不留情了。更有甚者，日本有识之士开始讨论，敌国条款虽是废文，但既然还挂在宪章里，
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对德日意三国的不公标签，为何不干脆推动重组国际组织？这里牵涉一个脑洞大开的想定：德国、意大利、日本身为现代民主强国，却在联合国宪章里背负敌国，骂名多少是个隐患。而现在中共挥舞旧条款叫嚣，无形中刺激了这三国的神经。正巧，美国前总统川普一向对现行联合国体制不屑一顾，他曾抱怨盟友占美国便宜，联合国效率低下。如果未来川普东山再起，再加上被中共点醒的德日意，会不会酝酿一场对现有联合国体制的冲击？甚至有媒体渲染，中共此举是在逼德意日团结起来，加上川普美其名曰要再创一个新的联合国。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戏言，但北京让自己同时树立欧亚强国为敌，确实是在把原本离谱的剧本变成可能。当然，现实中的川普对此事件的反应相当耐人寻味。当日本首相遭中共外交官恐吓要砍头时，有人问川普怎么看，川普并未谴责北京，反而话锋一转说，我们很多盟友也不见得是朋友，他们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比中国更严重。他抱怨美国被盟国剥削，言下之意对日本也颇有微词。川普这番答非所问的回应，显示出他眼中的重点始终是美国优先利益。在他看来，盟友也好，对手也罢，都得服从美国利益而重新洗牌。如果未来他真的联手某些不满现状的国家搞出个新联合国或新秩序，也不难想象。但这番脑补对北京而言不是好消息。中共外交部的一系列冒失行径，正把各方推向对立面，甚至激发出新的联盟组合和国际秩序思考。这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共外交战狼们连番操作，引来全球谴责浪潮，也让台湾看清了北京底牌。在日本首相遭威胁，美日政府抗议的同时，台湾方面也毅然发声。11月23日，我国外交部严厉谴责中共日前致函联合国的行为。是的，中共不仅在推特上叫嚣，还正式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要在国际组织告日本的状府。据披露，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已于11月21日致函联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日本若以武力介入台海，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将依联合国宪章行使自卫权。这封措辞强硬的来信，本意是向全世界宣示中共保卫主权领土的决心，实则又是一颗外交震撼弹。北京直接在联合国框架下威胁对邻国动武，这在联合国史上极为罕见。对此，台湾外交部公开回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来信内容蛮横无理，恶意扭曲史实。我们特别强调，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明文规定，各国在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中共此举已经公然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同时，我外交部再度向国际社会重申，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台海的客观现状与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中国无权干预台湾，也无权对日本等他国的正常防卫表态说三道四。简单一句话，台湾从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既非台湾的主人，更谈不上什么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用这种坚定而理性的声明，揭穿了中共假借自卫之名行侵略之实的图谋。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外交部的回应特别点到了二战后的旧金山合约，强调二战结束后，日本依此合约放弃台湾主权，而非依中共所声称的那些宣言文件。这等于告诉全世界，依照真正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台湾的主权归属并没有交给中共政权。北京爱讲历史，台湾就把真正的历史法理基础端出来。如今，中共外交部一系列失态举动，反而给了台湾绝佳契机，向国际各国重申，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北京无权置喙。回顾整个事件链，我们看到中共外交体系几乎是集体失控般的大放厥词，从大阪总领事扬言斩首日本首相，到外交部发言人网上开火，再到驻日大使馆胡扯联合国条款，联合国代表直接威胁开战，这每一桩都足以称为外交丑闻。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共外交部是在集体造反，给习近平挖坑吗？要知道，就在几周前，
习近平还在国际场合试图扮演和平领袖的角色。北京当局近来有意调整与西方关系，习近平出席了国际峰会，并与美国总统通话寒暄，试图营造缓和氛围。然而，他的外交干部们却在对日战线上搞出一连串几乎无法收拾的乱局，这岂不是自砸统战大局？有观察指出，这反映了中共高层内部路线的矛盾。一方面，习近平作为最高领导人，近年集权在握，也强调所谓斗争精神，导致外交系统涌现大批好战言论。所谓战狼外交，正是在习的默许甚至授意下兴起的。以前外交官哪敢满世界骂人，正是习近平时代，中共外交部才频频出现骂美国是疯狗，呛加拿大是美国走狗，在公开会议上对澳洲拍桌子等失礼行径。可以说，习近平过去鼓励的强硬姿态，养出了如今这群口不择言的战狼干将。战狼们曾是习的利刃，如今却变成双刃剑，甚至在某些领域脱离控制，自作主张，加码表忠，最终演成了搬石砸脚的闹剧。另一方面，习近平近期似乎意识到战狼外交造成了不良后果，国际形象败坏，周边国家抱团自卫，美中关系响谷底。于是他试图转向所谓清河调门，派高层访美，在外交场合露出笑容等，媒体称之为大国微笑外交。可是外交系统积重难返，底下官员未必跟上转向节奏，有的仍在死忠执行过去的强硬路线。这次对日本的系列失言，再显示中共外交系统内部统一战线出现裂缝。是不是有人认为对日强硬是政治正确而肆无忌惮，亦或中共外交部内部缺乏约束和专业判断，只求展现忠诚，却陷领导于不义？不管何种原因，结果就是外交部集体给习近平挖了一个大坑，而且是难以填平的深坑。试想，经此一闹，日本民心彻底向背。原本日本对华政策还有温和派提倡对话，但当中国外交官喊打喊杀，日本舆论高度警戒后，谁还敢对北京心存幻想？高市早苗本就是以对华强硬著称，如今更获得日本朝野支持，他坚定表示不会收回台海发言。日本政府立场没有改变，可以预见，日本未来将更积极强化对台合作，加强防卫投入，一系列反制中国的政策只会更快落地。此外，中共驻大阪总领事的疯狂言论也激怒了日本右派势力，要求驱逐他的呼声高涨。如果北京不撤换薛舰，日本甚至可能真的将其驱逐，这将是双边关系的一大摔跤事件。更麻烦的是，中共玩敌国条款的余行也惊动了欧洲。德国和意大利作为被点名的轴心国后代，对此绝不会视若无睹。尤其德国今年以来立场日趋强硬，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多次公开批评中国威胁台海，强调联合国宪章禁用武力的原则。现在北京翻出过时条款，等于再次提醒德国，你还是敌国哦。这无疑将推动德国在联合国更大力要求删除敌国条款，甚至在对华政策上更不客气。意大利方面虽然近年对华相对低调，但作为曾经的轴心一员，被中国这么冷嘲热讽，也很难不产生反感。欧洲整体对华警惕势必上升一级。最后不得不提的是，中共自己承认对台毫无主权的这一幕，虽然不是公开说出口，但通过一系列事件已然展现在世界眼前。北京拿不出一纸证明他拥有台湾的国际法文件，只能动辄舞枪弄棒威胁别人不准插手。当有人一句话点破中华民国才是联合国创始国的真相时，中共外交官哑口无言，只剩下删帖逃避。这种种迹象都在说明一个事实，中共对台湾根本没有合法主权，只有赤裸裸的武力威胁。而当他试图在国际规则框架内为自己主张找理由时，反而暴露更多自身非法不义的弱点。中共外交部这场闹剧引发的连锁效应远超北京原本的计算。习近平本想巩固威权，对内塑造强人形象，对外扩张影响力，没料到自己的嘴炮外交队连环开火，弄巧成拙。这让人想起中国一句古话，利令智昏。为了报复日本声援台湾，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中共不惜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口出狂言，而其代价是
日本更坚定地与台湾、美国站在一起，德国、意大利也被惊动，整个国际反华统一战线因此更为凝聚。或许中共外交部并非真想造反挖坑，但他们确实端着炸药满世界乱跑，把习近平辛苦经营的大国形象一把火点着了。从毛宁、林动到薛健、傅聪，这些外交官的表现传达出一个强烈讯息：中共不择手段也要霸凌台湾，教训日本，哪怕撕破国际规范的脸皮也在所不惜。这恰恰证明了习近平治下中国的危险本质，也替台湾和国际伙伴们敲响了警钟。展望未来，我们可以预见，台湾将更积极拓展与民主盟友的关系，深化自我防卫的决心。同时，像日本、德国这样珍视国际法则的国家，会在各种场合挺身而出，反对中共的武力胁迫。或许正是在中共咄咄逼人的倒逼下，全球范围内一个抗中捍卫和平的新联盟正在形成，而台湾作为自由民主的一员，也会在这场国际团结中获益。最后，中共外交部这出高级黑闹剧告诉我们，谎言终究隐瞒不了真相，霸道改变不了规则。北京想用所谓历史和国际法来吞并台湾，却反被历史和国际法揭穿野心，想用武力恫吓吓退日本，结果唤醒了更多国家对抗霸权的决心。挖下的坑，最终还是自己跳了进去。未来，若中共当局仍不反思收敛，继续任由战狼外交横行，那么等着他的只会是更深的孤立和更大的反弹。台湾人要做的就是坚定站在国际法与普世价值一边，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无间，强化自身防卫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在这场国际角力中，是战狼终究吞下苦果，还是理性终将战胜疯狂？历史的走向或许正因中共一时的狂乱而悄然改写。我们相信，唯有自由、民主与和平合作，才是两岸与全球真正的康庄大道。中共外交部这次胡闹，反而让更多人看清了这一点。发出威胁容易，赢得尊重很难。这正是北京当局给自己挖下又填不上的大坑，让他们自己在坑里慢慢清醒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一直惧怕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降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您认为主战场会在哪里呢？许多人第一反应会想到中东，毕竟那里长期局势动荡，战火不断。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罕见的一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很可能不在中东。那么，如果不在中东，会是在何处呢？我们将带着这个疑问，一步步展开今天的内容。在探讨未来之前，我们不妨回顾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主要在欧洲的大平原上，西线的法德战壕和东线的德俄对峙，让欧洲大陆成了血与火的炼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比一战更加蔓延，欧洲依然是主要战场，同时亚太地区也成了战争的焦点之一。从纳粹德国横扫欧洲到日本帝国在亚洲太平洋扩张，二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战，横跨欧亚非、美洲参战，战场遍及大西洋、太平洋的岛屿和亚洲大陆。冷战时期虽然没有直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几乎将世界撕裂为两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三战爆发，主战场多半会是欧洲的德国边境，北约与华约军队在铁幕两侧剑拔弩张，德国的平原被视为坦克集群决战的理想地带。然而历史和现实总有出人意料之处，苏联解体后，这一想定的东西对峙不复存在，但世界并未从此太平。在随后的数十年里，局部冲突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战争的热点转移了位置。谈到全球战争，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中东地区，毕竟二战后大大小小的战争有相当一部分都发生在中东。阿以冲突、两次海湾战争，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常年征战，叙利亚内战，中东似乎总处在火药桶的边缘。特别是伊朗，作为美国长期的对手之一，一度被很多人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候选。那么为何美俄专家反倒一致认为中东不是未来三战的主战场呢？首先，
中东的战争更多是局部冲突或代理人战争的性质，尚不足以升级为世界大战的主舞台。历史上的世界大战都是多个列强直接交锋的结果，一战是同盟国和协约国全面开战，二战则是轴心国与同盟国卷入全球。而冷战期间，中东的战争如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美苏在阿富汗的角力固然激烈，但多数情况下大国没有在中东直接正面交火，更多是支援代理人作战。换言之，中东战争虽多，却很少演变成大国正面决战的场面。其次，三战的爆发需要大国核心利益的直接碰撞。中东确实是能源宝库，地缘战略价值高，但对美俄而言，中东并不是他们生存线上的最后防线。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重要，但相对间接，一旦风险过高，美国可以选择战略收缩，而俄罗斯对中东更是介入有限，主要影响力局限在叙利亚等个别盟友上。总之，中东虽乱，却未必是能引爆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哪怕爆发冲突，各大国往往倾向于控制规模，避免自己卷进无法收拾的泥潭。再次，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发动的几场战争，如海湾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看似发生在中东或周边，但实际上本质都是美国与亚洲或欧亚国家的对抗。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甚至更早的越南、朝鲜，这些战争背后都有美国与另一个大国或地区强权博弈的影子。美苏在朝鲜和越南隔空交火，美国在中东打击苏联的盟友，甚至直接削弱苏联的影响力。因此，从宏观角度看，世界大战的引爆点其实一直在往亚洲转移。中东的战火虽烈，但更多是大国博弈的一部分，而非主轴。所以，美俄专家会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极可能在亚洲，因为真正决定世界大战性质的，将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几个国家直接展开对抗，而这些强国交织的战略焦点已经不在中东，而是在亚欧大陆的其他地方。当前，美国自认为的主要战略对手在谁呢？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而无论俄罗斯还是中国，都有很大一部分版图和核心利益在亚洲。俄罗斯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其中3/4的领土位于亚洲，只有西部一部分在欧洲战略纵深，横跨欧亚。中国则毋庸置疑是东亚大国，因此，美国与其对手之间的直接冲突很大概率发生在亚洲。美国自己本土隔着大洋相对安全，一贯的策略就是将战争引向对手所在的那片土地，远离自己的本土。正如过去20年，美军所有重大行动都发生在海外一样，不管是中东、南亚还是北非，美国总是把火力投射到对方家门口。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中国近年来在地缘政治上走近，被华盛顿视为试图改变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国际格局多极化发展让美国愈发焦虑，开始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来围堵潜在对手，搞得全球局势波诡云谲。这种新冷战态势的最前沿不是在中东，而是在欧亚交界和亚太前沿。放眼全球，凡是可能引发三战的矛盾点都集中在欧洲和亚洲交界处或亚洲太平洋地区。接下来我们重点看3个被战略家们反复提及的高度敏感的潜在主战场：东欧的乌克兰、东亚的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这3个区域结构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美俄专家都认为，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区。而围绕这3处，我们也将看到世界大战级别冲突的各种征兆和后果。首先是乌克兰，如果3战爆发，很多迹象显示，欧洲仍是一个主要战场，而乌克兰很可能就是欧洲战区的引爆点和核心。一场大战往往需要一个导火索，而乌克兰便极可能充当那个角色。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乌克兰就成了新型大国对抗的试验场。这场冲突已经远超传统的地缘纷争范畴，而带有某种代理世界大战的性质。一边是俄罗斯拼尽全力，另一边是美国主导的北约源源不断提供军援。乌克兰的土地上，每天上演着人类当代军事技术和传统地面战争惨烈交织的戏码。有数据为证，俄军在乌克兰每日消耗的炮弹数量
相当于美军过去在阿富汗战场3个月的总和。如此巨大的弹药消耗和火力投射强度，在近代战争史上几乎前所未见。乌克兰广袤的国土，某种意义上成了现代战争的兵器博览会和试验场。从巡航导弹、无人机蜂群到卫星情报、电子战，各种新式武器和战法纷纷登场。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等先进武器重塑了战场规则，令坦克装甲集群寸步难行。而俄军的远程精确打击和密集炮火，又让人仿佛回到大规模炮战的二战场景。可以说，乌克兰战场已经让我们看到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冰山一角。更关键的是，乌克兰不仅是地缘冲突的前线，更是欧洲经济的命门所在。要知道，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着巨量的天然气，在战争爆发前，欧洲所需天然气有近 40% 要经由乌克兰管道。乌克兰就像连接俄欧的能源动脉，一旦这根动脉被战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欧洲工业可能因能源断供而瘫痪，欧盟各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全球油气价格可能在短时间内暴涨2倍以上，引发全球范围的通胀海啸和经济震荡。事实上，自从俄乌冲突以来，欧洲能源短缺和通胀压力就急剧上升，已让全世界跟着买单。如果乌克兰战事再升级，能源武器一旦全面动用，这条牵动全球经济命脉的能源线将成为世界大战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除了常规军事和能源因素，乌克兰问题还触及核大国的生存底线。北约在东欧的扩张步步进逼，已经压到俄罗斯的门口。对于莫斯科而言，乌克兰绝不仅仅是邻国，而是关乎自身安全的最后屏障。如果北约军队和武器部署进入乌克兰，俄罗斯传统战略纵深将被压缩到危险的程度。因此，俄罗斯多次对西方亮明红线，不许北约东扩越过乌克兰。普京甚至公开警告，一旦北约越过俄罗斯的生存边界，所有选项都将摆在桌面上。这再清楚不过的暗示了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试想，如果未来北约真的直接参战乌克兰战争，或者在战后把军队驻扎在乌克兰领土上，俄罗斯极可能认为本国生存受到了直接威胁。在那种情况下，核大国的底线博弈就被彻底激活，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发生最可怕的情景。总而言之，乌克兰战场关乎欧洲安危、能源命脉和核战争风险，是名副其实的火药桶。一旦这个火药桶彻底引爆，欧洲将重现大规模战争的景象，并可能将其他大国拖下水，拉开第3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接下来，把目光转向亚洲的朝鲜半岛。这片土地曾在70多年前燃起过惨烈的战火。20世纪50年代的韩战让几十个国家卷入，其中包括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强权，一度接近引爆更大范围的冲突。尽管朝鲜战争以停战协议告终，但南北韩至今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只有停战，没有签和平条约。朝鲜半岛一直是东北亚最紧张的地缘焦点之一，如今更被认为是潜在的世界大战主战场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朝鲜半岛除了军事冲突风险外，还隐藏着全球数字文明的咽喉要道。现代社会的命脉之一是国际互联网数据，而东亚的网络枢纽恰恰经过朝鲜半岛附近的海域。据统计，中国、日本、韩国3国之间约 85% 的国际数据流量都依靠铺设在朝鲜半岛周边海底的光缆来传输。换言之，在看不见的海底，朝鲜半岛扼守着东亚的信息动脉。如果这里爆发大规模战争，导弹和鱼雷在黄海、日本海肆虐，海底光纤极有可能被切断，那将是全球互联网史无前例的灾难。东亚地区的金融交易、科研联网、跨国通信，甚至社交媒体都可能陷入黑暗。一场地域冲突却可能带来全球数据链断裂的后果，让整个数字经济遭受重创。当然，信息断裂还不是朝鲜半岛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半岛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其高度军事化和多重同盟交织的局面。一方面，朝鲜经过多年发展，拥有庞大的非常规武器库。据各方估计，朝鲜可能拥有3500吨以上的化学武器储备，以及20至60枚核弹头。以一个国土狭小的国家而言，这种杀伤力惊人的武器库实属异类。
朝鲜几乎成了全球拥核国中最特立独行的一员。另一方面，与之对峙的美国和韩国同样严阵以待。美军在韩国部署了先进的萨德反导系统，美韩同盟还有大量常规部队和武器。美军的萨德雷达覆盖范围甚至深入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美国在此地构筑的反导网不仅针对朝鲜，也让周边大国深感压力。于是，在朝鲜半岛形成了一种双重威慑结构，朝鲜以核武和导弹威慑美韩，美韩则以先进常规力量和反导压制朝鲜，同时对中俄形成战略牵制。这种紧绷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局势就可能如滚雪球般失控蔓延。最值得关注的是，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现已与欧洲战局实现绑定。2024年6月，俄罗斯与朝鲜签署了一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其中就包含了共同防御的内容。换句话说，这几乎是一份准同盟条约，若一方遭受侵略，另一方将提供军事援助。俄罗斯总统普京后来批准了这份条约，条文据透露，毫不含糊地明确了互助防卫义务。也就是说，一旦朝鲜半岛擦枪走火，俄罗斯有义务出兵支援朝鲜。而试想，俄罗斯一介入，美国作为韩国的盟友必然不会袖手旁观，美日韩的同盟机制将全面启动。如此一来，一个局部冲突就会牵动两大阵营全面对抗，东北亚战场和欧洲战场被锁链般捆在了一起。假如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俄罗斯在远东用兵，北约国家很可能趁机在欧洲方向对俄罗斯施压甚至动武。反之，欧洲若爆发俄北约冲突，朝鲜也可能选择行动，将美军牵制在亚太。这种跨区域的连锁反应让人不寒而栗。总而言之，朝鲜半岛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地缘政治定时炸弹，不仅自身剑拔弩张，而且通过条约链条与其他战场相连，一旦引爆，将波及整个东亚乃至世界。从数据黑暗到核生化威胁，再到大国直接卷入，没有哪一处冲突像朝鲜半岛这样具备如此多层面的危险因素。难怪有观点认为，朝鲜半岛若出事，第三次世界大战恐怕立刻就宣告打响。第三个高位热点是台湾海峡，这里被称为新世界的科技神经，因为一旦台海生变，将对全球高科技产业和地缘格局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由于美国长期对台湾的干涉和台海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台海冲突正成为中美之间乃至东西两大体系正面碰撞的潜在引爆点。首先，从经济科技角度看，台湾对全球产业的影响力远超其地理尺寸。台湾基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掌握着全球近70%先进芯片的产能，也就是说，全球最新最尖端的晶片有大约 69% 出自台湾的工厂。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这些晶圆厂将不得不关停或被毁，全球数字经济将瞬间陷入瘫痪。想象一下，没有了台湾供应的高端芯片，汽车、智慧手机、电脑伺服器等高端制造业将面临断供危机。无论美国、欧洲还是亚洲各国，工厂将纷纷停产，产业链断裂带来的蝴蝶效应将撼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从 GDP 增长到就业都将受到冲击。可以说，台海之战不仅是一场地缘战争，更是一场牵动全球科技和工业的生死劫。现代社会对半导体的依赖如此之深，以至于硝烟一旦封锁海峡，全球经济可能倒退10年。其次，从军事角度看，台海地区几乎汇集了当今最前沿的军事力量和战争形态，可以称作未来战争的预演场。中国大陆和美国都在为可能的台海冲突做准备，许多新技术、新战法因此加速发展。举例来说，大陆在福建沿海的牛山岛进行了电磁轨道炮试验，这种武器能以电磁力在100公里外击穿5层钢板，如果成功应用于实战，将颠覆传统海峡作战的规则，把对岸目标化为囊中之物。此外，美军最新一代隐形轰炸机 B-21 突袭者正紧锣密鼓地部署在亚太地区。从美军在关岛的基地起飞， B-21 仅需20分钟即可飞临台湾上空进行打击，这大大压缩了防御方的反应时间窗口。还有各类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潜航器、
新式登陆载具，台海可能是未来武器的首次交锋之地。除了武器技术，台海问题还涉及全球两种制度和联盟体系的对撞。一边是美国拉拢的印太盟友，美日强化军事同盟，美日印澳组成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甚至打造所谓晶片四方联盟来压制中国的科技实力。另一边，中国强调科技自立，并与俄罗斯声称建立没有上限的全面合作关系，形成相对独立于西方阵营的战略阵营。台湾问题实际上成了新旧两种秩序交叉点，美国自诩维护的现状秩序与中国追求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大势在此交汇。如果发生冲突，将不仅是局部的军事行动，更可能是两种体系在经济、技术、军事上的全面对决。由此可见，台海战争一旦爆发，意义远超一岛一域，极可能演变成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战争。综上，台湾海峡危机不仅关系两岸人民的安危，更系于全球产业链和大国角力的胜负。一旦开战，它将像击中人类文明中枢神经的重锤，让全世界都感受到剧痛。而台海问题背后隐现的中美对抗，更是当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矛盾之一。难怪各国战略家都将此列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潜在主战场。在亚洲讨论中，不得不专门提及日本的特殊处境。有人提出，一旦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日本可能会成为首个被卷入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国家。这听起来出乎意料，毕竟日本现在经济科技实力不俗，但军事和国际影响力早已大不如前。然而正因为日本地处亚洲大国冲突的风暴眼，加之特殊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它在未来大战中反而可能成为各方瞄准的重点目标。日本自二战后成为了美国在亚洲的一个重要军事前沿基地。美国在日本，尤其冲绳，驻有大量军队，设有空军海军基地、导弹防御设施和侦察监视系统。可以说，日本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一艘不沉航母。对于任何试图挑战美国的对手而言，拔掉日本这根钉子都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步骤。如果未来中美在台海开战，美军几乎肯定会利用日本领土作为兵力和物资中转站，因此中国势必要压制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包括横须贺港、美军空军基地等，届时日本国土难免卷入战火。同样的，如果俄罗斯和美国在欧洲开战，日美安保条约意味着日本也是美国阵营的一员，俄罗斯可能为牵制美国而对日动武，例如袭击驻日美军设施，或利用北方四岛方向施压。总之，日本因为绑在美国战车上，将沦为大国博弈的前线阵地。控制了日本，就等于端掉了美国在亚太布设的重要军事桥头堡，极大削弱美国持久作战的潜力。因此，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有动机在战争伊始就打击日本，使之丧失作为美军基地的作用。除了战略位置，日本自身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使其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行径给亚洲邻国留下深重伤痛。尽管战后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但周边一些国家至今对历史旧账记忆犹新。如果未来爆发世界大战，攻陷日本不仅有军事价值，还有心理和政治收益。对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而言，这似乎也是某种百年耻辱的雪耻。一旦战端开启，此举将极大鼓舞那些国家的军民士气，形成报仇雪耻的强大动员力。可以想见，中国、朝鲜半岛乃至俄远东地区一些人对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遗毒并不缺乏意愿。当然，这不是说别国一定会主动攻击日本，但在多国混战的情况下，日本极可能因历史原因缺乏周边同情，难以像二战后那样得到宽容对待。更复杂的是，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虽是同盟，实则暗藏戒心。美国扶持日本成为亚太强国，一方面是要其作为抗衡他国的帮手，另一方面也一直警惕日本摆脱控制。历史上，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戒备从未放松。万一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自身难保之际，也许会迅速接管日本的军事指挥权，甚至直接控制日本，以防止日本趁乱发展自主军事力量乃至反客为主。换言之，真的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日本很可能腹背受敌，外有对手国家的攻击，内有盟友美国的紧紧看管，
在大国角力的夹缝中，日本难以全然自主地杀出一条血路，其地形狭长，缺乏战略纵深，资源严重依赖海外输入。一旦战争爆发，海上交通被封锁，日本根本无法持久支撑。而毁灭性的打击，比如核弹，对于处在地震火山带上的日本而言，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强烈爆炸甚至可能诱发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二次灾难，让日本雪上加霜。综上分析，日本在未来3战中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虽然它不是挑起冲突的主要国家，但由于地缘位置和历史恩怨，很可能在战争初期就成为各强权争夺的战场，甚至可能是不幸的第一个牺牲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第3次世界大战的烽火将更多燃烧在亚洲的大国交界处，而日本就是身处这种交界处的典型代表。我们已经逐一分析了乌克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这3大潜在战区。需要强调的是，这3个战场并非孤立，相反，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联动，形成一张环环相扣的危机网络。一处战火燃起，另一处也许就会闻风而动，进而将世界拖入全面战争。回顾过去2次世界大战，局部冲突扩大的速度常常超乎想象。1914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一场冲突，短短几周内引爆整个欧洲。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不到2年战火便蔓延到苏联、北非、东亚。现代战争的传播更快，因为地缘政治板块已高度连通，军事同盟犬牙交错，还有经济全球化，让各国休戚相关。以当下为例，如果乌克兰战事升级到北约直接介入，那么俄罗斯势必要调动全域力量，不仅欧洲东部要血战，俄远东军区也得防范北约盟国在东北亚方向的威胁。这时，朝鲜很可能趁机行动，以报复美韩平日对自己的制裁和军演压力。反过来，假如朝鲜半岛先出现大规模战事，美日韩联军与朝鲜和俄罗斯军队激战，欧洲的北约也许认为俄远东分心，西线压力减轻，从而加大对俄在乌克兰甚至波罗的海、黑海方向的军事打击力度。如此你来我往，整个欧亚两端就像连体双生，一同陷入战火。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可能的连锁反应。第一步，假如欧洲的乌克兰战火继续延烧并升级，它可能导致俄罗斯与北约直接冲突，那么欧洲的能源供应将首先中断，尤其是俄罗斯经乌克兰的天然气输送停止，这将令欧洲经济陷入停摆，工厂断电停工，大众取暖困难，能源价格在全球范围飙升，随之而来的将是全球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各国老百姓都会感到生活成本剧增，经济危机四处蔓延。第二步，如果台海爆发战争，几乎可以肯定全球晶片供应链将被切断，台积电等无法生产出关键芯片，世界各地的工业体系将像缺油的机器一样戛然停止，汽车无芯片就无法组装，智能手机找不到 CPU， 一大批行业从科技巨头到小微企业都将瘫痪，制造业的崩溃将引发失业潮和社会动荡，科技行业的倒退让人类数十年来的进步化为乌有。就算战火远在亚洲，西方国家的普通人也会发现自己买不到新车，手机、电脑价格飞涨，性能倒退，生活品质大幅下降。第三步，一旦朝鲜半岛开战，将立即触发冷战后从未启动的多个集体防御条约，美韩同盟、日美同盟会出兵相助，俄罗斯按照防务条约驰援朝鲜，而中国作为毗邻大国也极可能被卷入。中国不希望看到美军在鸭绿江边出现，必然有所行动。短时间内，第二次朝鲜战争将升级为包含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在内的世界级对抗。东北亚和西太平洋将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见的复杂战场，各种力量角逐，战线极其错综复杂。以上三步，每一步都足以动摇世界安定。如果这3个方向的冲突同时或接连爆发，那真将是末日图景。欧洲、东北亚、台海3大经济引擎地区齐现战火，环球供应链全面断裂，战火所及从北极圈到赤道，从太空轨道到深海海床，没有一处真正的净土。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各方战略专家在兵棋推演中反复验证的最坏情景。值得注意的是，
现代战争的破坏力和覆盖范围远非过去可比。当年二战期间，美国本土基本未受战火波及，夏威夷的珍珠港遭袭是特例。而今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即便美国地理上远离欧亚战场，也难以独善其身。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在半小时内跨越大洋，直击对方腹地。美俄中三国的核潜艇更是可以悄悄游弋到对手门口，随时发射毁灭性武器。也就是说，世界上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后方，所有国家的城市都有可能成为打击目标。核武器的存在，尤其让世界大战变成一场人类整体的生存赌博。不管战场起于何地，一旦升级到动用核武，整个地球都将沦为战场，无分前线后方。正因如此，自二战后各国才极力避免直接冲突。然而，一旦局势滑向深渊，核威慑失灵或被迫使用，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浩劫。除了核战危险，新兴领域的战争也会在三战中登场，使战争形态更加扑朔迷离。例如太空战场，各国的军事通信、导航、侦察严重依赖卫星，一旦冲突升级，交战各方势必寻求摧毁对手卫星。反卫星导弹、定向能武器，甚至太空轨道拦截器都可能投入实战。太空中的较量会使整个地球陷入失明状态， GPS 导航消失，全球通讯中断，导弹预警系统失灵，人类现代文明高度依赖的太空基础设施或毁于一旦。我们的世界将重新变得辽阔而陌生，仿佛倒退几十年。网络空间也是未来战场的一线，大国早已进行网络攻防演习，培养网军黑客。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网络攻击将同步展开，电网瘫痪，金融系统被侵入，交通信号失灵，关键基础设施被恶意软件破坏，敌对国甚至可能关闭彼此的电力和水利系统，让城市陷入黑暗与混乱。这种无形战线遍布全球每个角落，只要连上网络，你就置身战场。可以说，未来的世界大战将是陆海空天、网络电磁全维度的较量，其复杂与惨烈程度远超人类以往的经验。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多次提到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界观点出奇一致。确实，无论是美国五角大楼，还是俄罗斯总参谋部，都有不少声音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不会是中东，而将在欧洲东部和亚洲地区。这种共识听起来有些瘆人，却也反映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现实：新的世界性对抗正在形成。对于美国而言，早在几年前，国防部门就明确提出将重心转向印太地区，视中俄为主要战略竞争者。五角大楼每年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都强调，中国是最主要的长期战略挑战，而俄罗斯是急迫而严重的威胁。因此，美军近年军演的重点，一是东欧防卫，针对俄罗斯；二是西太平洋海空战力，针对中国。美国的智库也多有推演，例如有著名的兰德公司曾进行过一次大型战争推演，假设美国同时对阵中俄两强，结果显示美军处境极为艰难，用4个字总结就是承受不住。模拟中，美军投入的100万兵力在短短2个月内几乎损失殆尽，这样的结局令美国战略界震动，但也强化了一点，未来战争的焦点就在欧亚两端，而不是其他地方。因为只有在与中俄冲突的响定下，美军才会如此巨大伤亡。正因此，美国非常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意味着什么，不是在遥远第三世界教训小国，而是要在对手腹地甚至承担本土受袭的风险。所以他们不愿轻易碰触红线，但一旦战争无可避免，就要确保主战场远离美国本土，在欧亚大陆解决战斗。对于俄罗斯来说，从军政高层的表态看，他们同样心知肚明未来大战的战场所在。俄罗斯国防部多次强调北约东扩和亚太局势联动的危险，尤其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俄方将此视为北约代理人战争，几次暗示战场不只限于乌克兰。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今年就公开表示，俄朝签署的条约规定了发生侵略时相互军事援助的义务，条约第4条针对的正是发生侵略时的共同防御。这等于向美国敲警钟，朝鲜半岛和东欧战局，俄罗斯将双线应对。而俄军方智囊也分析，如果美国真与中国在西太开战，
北约很可能同步在欧洲向俄罗斯施压，俄必须做好两线作战的准备。对俄罗斯而言，最关键的是保卫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他们判断的3战主战场首先就是欧洲的俄邻国地区，如乌克兰、波兰一带，其次就是亚洲的关键盟友地区，如朝鲜半岛。中东当然俄方也关注，但那里若起火，俄完全可以抽身事外看美国线泥闹，没必要自己冲上前线。所以莫斯科与华盛顿罕见地达成共识，下一场真正可能颠覆世界格局的大战，要么从东欧打响，要么从亚洲开场，亦或二者兼而有之，绝不会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印度与巴基斯坦这类局部冲突所能比拟。美俄两国在研判世界大战走向上如此一致，其实折射出整个国际体系潜伏的集体失控。冷战结束后，人们曾憧憬和平与繁荣的新世纪，谁料想风云变幻，强权角逐的老戏码又回到了国际政治舞台。而且更险恶的是，这次引爆点分散在多个区域，又彼此关联。大国之间虽不愿真打，但彼此挤压空间越来越小，稍有闪失就可能全盘皆输。当美俄在主战场判断上达成共识时，也意味着危险正在积聚，因为双方都在这些地方严阵以待，部署重兵，一旦擦枪走火就很难控制。推演了这么多可能的战场和后果，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第3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人类会迎来什么结局？有人引用历史的经验说，战争在带来灾难的同时也能催生科技进步，比如2战催生了雷达、喷气机、原子弹，战后各国经济重建也有飞跃。然而未来的世界大战规模和破坏力恐怕远非我们能用进步2字轻描淡写。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有一句预言，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人类会用什么武器作战，但第4次世界大战人们将只能用石头和木棍。这形象地道出了现代全面战争的可怕，极有可能将人类几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使幸存者回到原始社会。试想，在3战过后，今天我们引以为傲的城市高楼可能变成废墟，电力网络瘫痪，卫星星链坠落，大气和土地因核武器、生化武器而被污染，我们很可能失去互联网和大部分工业技术，只能退回农耕或游猎的生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核大国之间如果爆发直接冲突，即使侥幸避免了全球灭绝，战后几十亿人无法获得现代供应，整体文明水平必然断崖式下跌，更别提战争期间数以亿计的人员伤亡、流离失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可以说，第3次世界大战没有真正的赢家，即使表面获胜的国家也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以当今的美国为例，美国曾靠2次世界大战发了财，奠定霸权，但那是因为战场不在美国本土，且美国在战争后期参战收割胜利果实。然而第3次世界大战要么不打，一打就是你死我活。美国再难独享遥远安全，有核武器的对手绝不会让美国本土安然无恙。更何况美国如今内部问题重重，高负债、产业空心化、社会撕裂、种族矛盾，这些痼疾让美国其实很脆弱。一场超大型战争足以压垮美国，经济上美元霸权将动摇，债台高筑难以支撑持久战，军事上倘若短期取胜无望，盟友可能离心离德，甚至反过来推翻美国的霸主地位。曾几何时，美国的军事强敌只有苏联一个，如今却同时面对几个大国的崛起，越南、阿富汗，这些小角色尚且让美军狼狈收场，如果未来真与中俄硬碰，美国能否扛住，充满疑问。美国一些鹰派政客也许以为战争能再次振兴美国，但他们忘了时代不同了，美国恐怕没有第2次机会从废墟中更上一层楼，反而可能万劫不复。对俄罗斯、中国乃至所有参战国来说，道理也是一样，就算一国最终在战略上胜出，国力也必定遭重创，甚至元气大伤，回不到从前。何况现代社会的相互依存如此深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世界大战打到最后，很可能没有清晰的战胜国，只有一片哀鸿遍野和新的国际格局断裂，繁荣富庶如欧洲、美洲、东亚，届时都将满目疮痍。
曾经远离冲突的南美、非洲、大洋洲也难免受到经济崩溃和环境破坏的波及。总的来说，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主战场极有可能在欧洲的东部和亚洲的多个关键地区，而非许多人想当然以为的中东。美俄两国战略界在这一判断上的少见一致，凸显了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严峻。大国对抗的火药桶正竖在亚洲与东欧的交界处，周边堆满了引信，一个火星就可能燃遍全球。我们分析了潜在战场的种种细节与可能性，目的不是宣扬末日论，而是希望唤起对和平的珍惜。人类已经从2次世界大战中付出过沉重代价，没有任何理念或利益值得第3次把全人类推向深渊。那些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许可以通过谈判和妥协找到出路。那些剑拔弩张的战略姿态，也应当为世界负责任的力量所缓解。当前，无论是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问题，还是台海紧张，国际社会都还有机会斡旋，防止局势滑向失控。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第3次世界大战不是游戏里激情澎湃的胜负手，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毁灭殆尽的灾难。想想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熟悉的街道可能变成断壁残垣，亲人朋友流离失所，甚至不复存在，曾经习以为常的电灯、自来水、网络全部消失，我们将如何面对？所以，我们应该慎之又慎地对待战争的风险，远离战争，维护和平，才是最大的人类利益。当然，维护和平并非软弱可欺，各国都在做最坏打算，准备应对可能的冲突。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未来战争图景，但正是危险，是为了更好地避免危险。当深渊在前，人类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停步。第3次世界大战能否避免，我们无法确知。然而至少在此刻，绝大多数人仍希望把这场可怕的战争永远关在潘多拉魔盒里，不让它成为现实。如果说未来真的注定有一场终极之战，那我们也希望它是人类与贫困、疾病、气候变化这些共同敌人的战争，而不是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让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理性看待当前的冲突与挑战，尽一切努力防止燎原之火燃起。第3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最好永远不要出现。和平来之不易，但一旦失去，我们将失去一切。珍惜今天的和平环境，警惕那些可能将我们拖入战争深渊的危机苗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最好的负责。愿世界永远保持清醒，在深渊降临前惊醒，绕开那条不归之路。战争阴云下，更显和平珍贵。让我们共同期待，人类永远不需要经历第3次世界大战的浩劫。